还手的。我不还手，赵旭平他们就不会打得更狠了。都怪我。错，你没错，是爸没用。走，我们去报警。这顿打不能白挨。哎呦，陈露，可算找到你了。你看这是闹的，孩子们之间打打闹闹，没轻没重的。小朋友还疼不疼啊？我是你爸爸的同事，杨叔叔。杨主任，有事啊？小陈啊，这里面2万块，给孩子买点营养品、压压惊。年轻人火力大，正常。和解书我带来了，签了，这事儿就算去了。怎么样，给哥个面子？杨主任，我也给你2万，让你儿子赵旭平也受一模一样的伤，行吗？陈露，你别给脸不要脸。你老婆为啥跟人跑？你没点数？就你这穷酸窝囊样，哪个医院会要一个有过精神病史的医生？我是陈露，都给我滚开！怎么了？又被刺激犯病了？我告诉你，你的病历可在医院档案室里摆着呢。签了和解书，我替你保密。杨明亮，怎么不怕穿鞋的？要我儿子，就算拼上这条命，也会拉着你全家垫背。疯子，你给我等着，明天就让你卷铺盖滚蛋！医生，快，我爸又难受了，疼得厉害。顾小姐，别急，我们马上检查。水市场，奇怪的，还是不知。说10斤半，这西医根本不对上。让开，我能治。你谁呀？哪个科的？出去，别添乱。哎，学长，陈露学长，你怎么在这儿？我在这工作。顾市长得罪了。寒湿内聚，阳气不通，给我散！舒服，太舒服了，小伙子，神了！谢谢你。只是暂时缓解。顾市长这病是长期处于寒湿之地积郁而成。去年他是否在海上或潮湿环境待过很久？你怎么知道？我去年微考察项目在海上待了将近2个月。而且您先天体质偏寒，若我没看错，您母亲怀您时曾受过严重的寒湿侵袭。这不可能，这事只有我家极少数人知道。按此方外泄，再用我特制药粉外敷脐部。切记，明日此时之前，敷料万万不可揭开，否则病情反复，神仙难救。陈露，经科室评定，你无法胜任医院工作，现正式予以开除，立即交接手续，离开医院。郭主任，动作真快，是杨明亮让你来的吧？你管谁让的？这是规定，赶紧滚蛋！好，告诉杨明亮，我会让他跪着求我回来的。呸！什么东西？一个精神病临时工还敢嚣张？他爹，要不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吧？好歹有几万块，先把医院的债还上。那是根，不能卖，不能再拖累孩子了。杨明亮，你的愤怒就是我最好的养料。
什么？叔叔阿姨，我们来看你们了。陈露呢？之前都是误会，我们是特地来请陈露回去上班的。啊，这陈露，手续上有点误会，开除决定撤销了。何院长亲自发话，请你回去。主治医师的聘书都准备好了。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跪着给我爸妈磕头认错，让我看到你们的诚意。陈露，你别太过分，我可是科主任。就是，让你回来是给你面子。跪或者滚，我只数3声。1、2。叔，婶儿，对不起，是我杨明亮猪狗不如，我不是东西，您二老大人有大量。记住今天这个姿势，滚吧！明天我会回医院。爸妈，放心吧，从今天起，没人再能欺负咱们家。陆哥，这都几天了，一个挂咱号的都没有，杨明亮肯定把病源都卡死了。急什么？静水流深。陈主任，冒昧打扰，这位是王贵山老爷子，烈士遗属。多年的老寒腿加上劳虚病，看了好多地方不见好。顾市长特意推荐，说您有妙手。李科长，欢迎。老爷子，您这边坐。脉细如丝，舌淡无苔，形寒之冷，纳插变汤，阴阳俱虚，有以阳虚为肾，虚不受补之象。陆哥，常规的十全大补汤、右归丸都试过吧？菌补如投石入海，反损脾胃。老爷子脾胃虚弱，常年饥饱不均，需以温润平和之品，润物无声。按此方抓药，文火慢煎，取浓汁，另备上等小米半斤。小米？药汁煎好，用以熬粥，务必将粥油熬出，越厚越好。每日以此粥油为主食，少量多次喂于老爷子。陈大夫，这得花不少钱吧？我老爷子放心，都是最平常的药食，花不了几个钱。有妇科有政策，能报销，您安心调养。哎呀，李科长，陈大夫是神医啊！这粥水比仙丹还灵，我身上有劲儿了。杨主任，查清楚了，陈露那小子压根儿没给王贵山用啥好药，就天天给人喝小米粥熬的油，这他妈不是糊弄鬼吗？粥油治病，天大的笑话！这可是烈士遗属，他这是虐待患者，草菅人命！去找王贵山那个贪财的妹妹王桂兰，让她去医务科闹，就说是陈露耽误病情，搞封建迷信。杨主任，这招妙，我这就去办。
糊弄啊！病越吃越重，人都不行了。领导，给我做主啊！大娘别急，我们医务科绝对公正。去，中医二科陈露叫来。陈露，你用廉价的周游替代正规药治疗危重患者，导致病情恶化，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话说？郭主任，病情是恶化还是好转，叫患者本人来一看便知。单凭一面之词，不合规矩吧？他就是想赖账，我可都被他吃得起不来了。放屁！哪个说我起不来了？几个混账东西，又跑来讹钱！陈大夫是我的救命恩人，这周比啥药都灵。郭主任，你看我像不行的人吗？郭主任，医务科的调查似乎有失偏颇呀。民政局优妇科会对这件事保持关注。何院长，家木的顽疾多年不愈，近日加重。听说你们中医二科的陈医生，本书记放心，陈医生虽然年轻，但确有真才实学，我立即安排。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陈医生，家木就拜托您了。耿书记放心，我先看看。老太太这是脾胃虚寒，水湿内停，久病好气，阳虚水泛，所以脘腹胀满，食入即吐，四肢不温。对对对，北京专家也这么说，用了温药效果不大，反而有时上火。虚不受补，燥温太过反伤阴，需用温阳化饮、健脾利水之法，但药力需柔和持久，如春风化雨。今日先不喂药。徐哲，备姜片。此乃隔姜酒，借姜辛温之力，引艾火入里，温中散寒而不燥，每日一次。这是肉桂、吴茱萸等杂粉，用醋调和。徐哲，帮老太太敷在脚心，引火归元。哎呀，肚子里那股凉气好像散了，哎呦，暖暖的，舒服。神了，陈医生立竿见影啊！主任，耿书记的母亲被陈露接诊了，效果好像很好。妈的，连耿书记这条线他也敢抢，不能再等了，等他彻底攀上高枝，还有我们好果子吃。必须在他成气候前把他按死，找机会从他开的药方用的真少，鸡蛋里挑骨头也要找出他的错。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需警惕个别现象，如新成立科室为追求廉价和速效，滥用未经严格验证的偏方、验方，如用周游代替营养支持，
用强烈针灸对待危重老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陆哥，不好了！耿书记母亲突然呕血昏迷，血压测不到了。ICU 乔主任说情况危急。耿书记，老太太突然消化道大出血，血压骤降，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抢救，但出血点不明，情况非常危急。抢救必须救回来！我母亲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陈医生，你来了，快救救我妈！陈医生，中医科的，现在是急症，需要的是现代医学手段。乔主任，情况我大致了解，让我进去看看。这不符合规定啊！让他进去，一切责任我承担。脉回欲绝，阳气暴多，脉中有色响，并非单纯虚衰，是我对斗冷的敷料，引动肝风，破邪旺邪，好狠的手段！今天的敷料谁换的？什么时候换的？早晨交接班时是护士长带人换的，说是常规清洁。来不及深究了，取我真来！肝风上扰，血海翻腾，给我定！陈医生，怎么样？暂时稳定住了，但耿书记，老太太此次病危，并非病情自然发展。什么意思？我昨日叮嘱，敷料需天晚12时辰，不可燃动。但今晨敷料被人提前撕去，并用刺激性消毒液擦拭，这才引动肝风，导致血不归经，突发呕血。什么？有人要害我母亲？这不可能，我们是严格按照护理规范。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老太太需用犀角地黄汤加减，极坚平腹，固护阴液，凉血止血。乔主任，请配合我的方案。何院长，我希望医院能给我一个明确的交代。我母亲在你们医院竟然遭到如此暗算。耿书记，您放心，我们一定彻查到底，绝不姑息。已经调取了今早 VIP 病房区的监控，正在逐一排查相关人员。这个护士。不是我们科备案的实习护士。查，挖地3尺也要把这个人找出来。学长，你这次可是把天捅破了，耿书记震怒，医院内部现在风声鹤唳。魑魅魍魉，自己跳出来也好。我听说杨明亮最近和分管后勤的副院长方红杰走得很近，方副院长一直对耿书记的位置，红糖，谢谢你，这件事我心里有数。小杨啊，你这次太心急了，打草惊蛇。方院，我也没想到那小子真的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现在耿淮山盯得紧。呵呵，汽车保帅吧，那个小护士让他永远闭嘴。至于陈露，
看来常规手段是弄不垮他，得从他最在意的地方下手。怎么回事？又有人欺负你？赵旭平带着几个高年级的把我堵在厕所。说你是庸医，治坏了人，马上就要坐牢了。陈先生，我们已经批评教育了赵旭平同学，不过孩子们之间传话难听，您看。儿子，记住，爸爸是医生，只会救人，不会害人，相信爸爸。必须把陈卓的抚养权拿回来，跟着那个废物有什么前途？我现在有能力给儿子更好的生活。放心，举报信一递，他行医资格都难保，到时候法官自然会判断谁更适合抚养孩子。陈鲁医生，我们接到实名举报，你在行医过程中存在严重不规范操作，涉嫌滥用偏方、夸大疗效，甚至一起严重的医疗事故嫌疑，请配合我们调查，暂停你一切临床职务。我看要调查的是那些背后搞鬼、栽赃陷害，甚至企图谋杀的人。我顾海生以个人名誉和党性担保，陈露医生是一位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好医生，没有他，就没有我顾海生的经典，更没有耿书记母亲的转危为安。何远，我们找到了，那个假护士在李鼎前辈埋下全找，指使他的人，证据确凿。杨明亮，你还有什么话说？
喜啊，陈主任。谢谢，这次也多亏了你和顾叔叔。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中医2科只是起点，我想做的还有很多。今天召开紧急院务会，主要宣布一项重要人事任命。经院领导班子研究决定，正式成立中医2科，由陈露同志担任代主任。何院长，我反对！中医科病床本来就不够用，凭什么分作10张病床？是啊，院长，陈露只是个临时工，怎么能当主任呢？这是省中医专业委员会对陈露治疗王桂山病例的嘉奖令。专家组特别表扬陈医生用药精当，疗效显著。何院长、宋主任，我来的正好。我们民政局优抚科决定将今后的优抚对象定期送到中医2科。李主任，这不合规矩。杨主任，难道我们优抚科连选择合作科室的权利都没有？任命已经决定。王主任，宣布其他事项。现在宣布对郭强的处分决定。郭强在医务科工作期间徇私枉法，即日起免去副主任职务，调往档案室。等等，我有话说。王桂兰那件事儿是杨主任指示我做的。你血口喷人！这里有录音，杨明亮让我故意刁难陈露，还说够了，这件事会单独处理。感谢领导信任，我会用医术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杨主任，中医2科明天接诊，欢迎指教。志毅，你觉得我这个决定对吗？院长，陈露虽然年轻，但医术精湛，更重要的是……喂，李主任，什么？纪委已经介入调查，杨明亮这次麻烦大了。陈露，你别得意，中医2科，我让你开张就倒闭。杨主任，有这经历，不如想想怎么跟纪委解释王桂兰的事。我们走着瞧。陆哥，这办公室虽然简陋，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地盘。地方不在乎大小，重要的是能安心给患者看病。徐哲，明天开始义诊。义诊？可是挂号系统……杨明亮一定会在挂号系统上做手脚，我们直接在大厅设诊台。我这就去准备。红糖，任命已经公布了，谢谢。这一仗必须要赢。主任，现在怎么办？挂号系统在我手里，我让他一个患者都记不了。王书记，是我马上过去。纪委找我谈话，进正，按计划行事。怎么回事？挂不了中医2科的号。系统显示中医2科没有开放号源。各位患者，今天中医2科义诊，不需要挂号。大家排好队，一个个来。老人家，您这是肝气郁结，我给您开个方子：柴胡10克，白芍15克，需要放抓药。陈医生，我头痛好久了。少阳症，小柴胡汤加减。哎呀，舒服多了。抓药。这些药，秦主任有交代。徐医生，这些药材库存不足。可是，秦主任，桂枝、生姜也库存不足。这个无妨，徐哲记一下：生姜3片，大枣5枚，红糖适量。这能治病？医道在乎辩证，快去准备。
陈医生果然名不虚传。我们幽府科的合作函已经拟好，感谢李主任支持。院长，陈露在大厅非法行医。杨主任，陈医生这是在为患者解决痛苦。神了！这么便宜的药居然有效！陈医生，这是正式合作函。感谢李主任信任。废物，连个义诊都阻止不了。主任，那些药太普通了。给我卡死所有优质药材供应！学长，听说你今天义诊很成功。只是开始，杨明亮不会善罢甘休。需要我帮忙吗？暂时不用，这场仗我要靠自己的医术来打。陆哥，秦正把贵重药材都卡死了。足够了，你来看。桂枝汤治太阳中风，麻黄汤治太阳伤寒。可是这些经方用药太简单了。药不在贵，对症则灵。陈医生，你那抽油疗法太神了，简单的方子也能治大病。中医讲究辨证论治，陈主任，我这里有秦正以次充好的证据。把所有贵重药材入库，没有我的签字，谁都不许动。可是陈主任那边，按我说的做。陈医生，你这药方真灵。记住，按时服药啊。秦正违规的证据都在里面。谢谢，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何院长，我们收到举报，杨明亮涉嫌违纪。我们一定配合调查。陆哥，为什么不用那些证据？打蛇要打7寸，等时机成熟。听说纪委在调查杨明亮。不过这场仗还没打完。你总是这么谨慎。行医如用兵，知己知彼。啊，卓卓，这又是怎么了？谁干的？还是赵旭平他们在厕所毒我。鲁映雪，现在不方便。不请我进去。这是抚养权变更协议。凭什么？就凭你连儿子都保护不了，这月第几次了？我不跟妈妈走。50万，够你们换学区房了。
带着你的钱滚！爸爸，他们比照片认人，想专门找我的。照片？我孙子连续被霸凌，你们必须管。老爷子，没监控，没证人，怎么立案？通心活络散。杨明亮，该你还债。被抢时护住头，钱给他们。10万块真能拿回来吗？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行车记录仪开了，他们来了。还我钱！还我钱！哇！10万够啊！全录下了。赵旭斌还说我爸是所长。老张可以收网了。又是校园纠纷，这次是抢劫，金额10万。小畜生，够判10年！啊！我下面没知觉了。赵祥林让我销毁证据，机场布控好了。赵所长纪委请您喝茶。中医2科必须撤销。秦主任，解释下医保回购药品的事。是功能障碍，怎么搞的？是陈露，他下毒！活血通络方现实，疑似宗主后人。陈主任，家母就拜托您了。不是个血，是紫癜。刚宰的山羊血，以血引血，阴阳相生。出事了，你负责。
赵祥林父子伏法，这股源于权力崩塌的恐惧与绝望的能量，倒是比杨明亮的愤怒更加精纯，精神容积又拓宽了些。夺子之仇，也该清算了。中医2科成立仓促，资源分散，我建议重新审议，暂时撤销，合并回中医科。方书记。在讨论科室存废前，能否请秦正主任先解释一下，药剂科近3年来通过虚高药价、以次充好，谋取的回扣都去了哪里？我这里有详细账目和供应商证词。陈露，你血口喷人，这是污蔑！杨主任，要不要听听你昨晚是怎么吩咐秦主任卡死中医2科所有贵重药材的？临危不乱，一击即杀。何院长，你们医院这位陈主任是条真龙啊！哈哈，耿书记过奖了，年轻人还需要磨砺。不过他治好令堂的病，可是凭的真本事。我母亲今早能喝下半碗粥了，气色也好多了。大恩不言谢。关于陈主任之前提的成立中医传承工作室的报告，我觉得医院可以重点考虑，我会全力支持。多谢耿书记，这也是医院未来发展的重点。爸爸，新家好大。我以后可以有自己放玩具的房间了吗？当然，这间最大的朝阳屋子就是你的。露儿，妈以前都不敢想，咱家还能有今天，多亏了你啊！苦日子过去了，以后会越来越好。卢映雪抚养权诉讼终于来了。这里面是100万美金，出去以后找个安静的地方先住下，看好这小子，千万别再惹事儿了。知道了吧？老赵，你小声点，这么多人呢，我心里慌得很。等风头过去，联系你们。我走吧。赵祥林，我们是市纪委联合调查组的，你涉嫌包庇犯罪、滥用职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请立即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同志，是不是搞错了？我是菜园派出所的所长赵祥林，都是自己人。赵所长，找的就是你，证据确凿，请配合控制嫌疑人。快走啊！对不起，2位也是涉案人员，需要一同接受调查，请配合。赵祥林，机场拦截、销毁证、教唆作伪证、收受杨明亮贿赂，这些事儿你儿子赵旭平已经全撂了，签字吧。老张，兄弟，看在我们共事多年的份上，这条活路我是一时糊涂啊！糊涂？你利用职权包庇儿子抢劫，企图帮他们外逃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后果？签字，坦白从宽，这是你唯一的机会。陆爷，我这儿好像出毛病了，都2周没反应了，是不是那天抢了那个小子之后喝的酒有问题啊？脉象色滞，阳络受损，这不是普通的毛病。你抢劫时是不是吸入什么粉末？好像是有股怪味。陆爷，我还有救吗？活血通络方，这是失传的五毒教手法，难道宗主一脉尚有传人？耿书记，老太太脉象比昨日沉稳不少，但阴阳离绝之危尚未完全解除，今日需继续艾灸固本，所以汤药通服。陈医生，谢谢你，我感觉肚子里那股凉气散了不少。老人家，您能感觉到变化就是最好的药引。徐哲，准备艾柱，取穴中脘、关元、足三里。陈主任，杨明亮上午带了省里的名医田全进过来，说是会诊。学术交流欢迎之至，但治疗方案以我们为主。陈主任，老太太年高体衰，你用如此剧烈之艾灸，又辅以通血汤药，是否过于激进，恐伤元气啊？田老说的是，陈露，你才从业几年，敢对耿书记的母亲用这么凶险的方案？田老，您看脉象是否沉细欲绝，中有色滞？此乃寒湿淤毒内闭，非温通不足以开其闭，非泻浊不足以存其真。内经有云：肾者从之，若因年高而以美姑息，才是真正的伤元气。脉象
确如你所言，但你这个隔江酒的火候与选穴，姜性心散，能助爱火透达深部寒血，取穴中脘关元至先后天同调，足三里健脾胃以固，此乃补底天心、引火归元之法。后生可畏，老夫受教了。耿书记、陈主任的方案思路清奇，胆大心细，老朽认为可行。徐哲，你看这黄芪，断面是否过于光滑？闻之有无酸味？陆哥，像是被硫磺熏过。这批黄芪全部退回，告诉供应商，再以次充好，永久取消合作，交老的药，一丝都不能马虎。是，陈主任，我马上处理。徐哲，你去我办公室，把柜子里那包我自备的野生黄芪拿来。明白。陈主任，你眼力毒，帮老夫瞧瞧这幅倪瓒的虞山凌鹤图，总觉得这表功有疑。长老，您看这里，灵表的经纬线和画心圆卷的老化程度不符，是后人裁切拼凑的。这画儿可惜了。陈主任还懂这个，真是全才。略知皮毛，家传了些杂学。今日与田泉景论道，对阴阳五根之理又有醒悟。轮回技艺虽好，仍需融会贯通。学长，听说你最近为了耿书记母亲的事忙得脚不沾地，我给你熬了点参鸡汤。红糖，谢谢你，总让你费心。你救了我爸，这点心意算什么？对了，卢映雪那边需要我帮忙找律师吗？暂时不用，这场官司我必须亲自打赢，为了陈卓。综上所述，我认为患者高年体弱，当以扶正固脾为药，建议采用我改良的参苓白术散加减，缓缓涂之。田老的方案稳妥，但患者常用溃烂为本，正气亏虚为标，标急当先治其标，溃烂不除，正气难复。我仍主张用大黄牡丹汤加减，急下存阴，所以黄芪、当归脱毒生机。大黄峻吗？患者如何承受？所以剂量是关键。我用9支大黄缓其峻烈，取其泻下之功，配以等量黄芪，攻补兼施，此乃金匮要略之法，绝非梦浪。陈露小友，你且说说为何选牡丹皮而非赤芍？牡丹皮善清血，分伏热，散瘀消痈，尤宜常用。赤芍偏于凉血活血，略有不及。此患者舌质暗紫，脉有色象，正是瘀热互结之症。妙，辩证精准，用药老辣。耿书记，这位陈小友的方案深得仲景心法，老朽完全赞同，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陆哥，太牛了！古医大师当场认可，这下咱们中医二科算是彻底站稳脚跟了。秦老过奖了，医术之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今日之赞，亦是明日之鞭策。对了，陆哥，好几个优抚对象介绍来的病人，病情都很棘手。你看，走，回科室一起看病历。记住，病人无小事。没想到这小子连秦文学都能搞定。明亮，你再不想办法，等他的传承工作室批下来，院里就没我们立足之地了。方书记，不能再等了，必须在他成气候前把他按死。卢映雪那边或许可以做做文章。你是说，一个精神病史，一个经济状况，再加上我们适当运作，抢夺抚养权，够他喝一壶的。我方当事人有稳定高收入，能提供优越成长环境。反观陈露先生，曾有过精神疾病诊疗记录，工作不稳定，收入有限，不利于孩子成长。
诊疗记录已由权威机构证明系误诊。陈露医生目前是医院重点人才，收入稳定且持续增长。更重要的是，孩子陈震明确表示愿随父亲生活。陈先生，您对此有什么要补充的？这里是我最新的收入证明、房产证明，锦川市书法家协会特别顾问的聘书。我想证明我有能力，也有决心给儿子最好的生活。至于精神状态，我想，一个能治好市长、书记家人顽疾的医生，他的精神状态应该比某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要健康得多。爸爸，你会输掉官司吗？妈妈说要带我去国外。儿子，看着爸爸的眼睛，爸爸向你保证，没有任何人能把你从我身边带走，这是我们男人的约定。拉钩。因此，经院党委研究决定，正式成立以陈露同志为首席专家的中医传承工作室，希望陈露专家能带领团队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感谢医院信任，传承不泥骨，创新不离宗。我和我的团队必将竭尽全力，为我院中医事业发展，为守护百姓健康贡献力量。大家看，这种逆胎布满舌面，终不由肾，说明什么？中焦失足。对，所以用药不仅需清热，更需要注重健脾化湿。曲哲，你来说说方子思路。藿香、佩兰化湿和中，黄连、黄芪清中焦热，辅以茯苓、白术健脾。陈露，这是上面刚下的红头文件，要求重点发掘、保护民间中医特色技法。你的工作室可是担子不轻啊。院长，这正是我想做的。我准备系统整理一些濒临失传的验方技法，比如周游疗法、隔姜酒的进阶应用等。好，需要什么支持尽管提。哦，对了，有个消息，杨明亮正在活动，想调去卫生局，你多留个心眼。谢谢院长提醒，跳梁小丑，不足为虑。好，我老陈家总算又出个能光大门楣的了。露儿，你爷爷要是知道，你爸这是高兴的。以前那些瞧不起咱们的人，现在……爸妈，这才刚开始，以后会更好。等工作室稳定了，我想把您二老寄来的老宅翻修一下。爸可以开个义诊堂，专门看街坊邻居的小毛病。好，宗主，基本可以确定，那个陈露使用的就是失传的五毒教核心艺术轮回针与活络散，他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轮回者。百世轮回，医毒双绝，盯紧他，在确定他的立场之前，不要轻举妄动。另外，查清楚那个和他接触过的典当行老板张喜存的底细。是。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是福是祸，我陈露一并接着。爸，这就是诚心堂纸的关键工艺，选料要精线的青檀皮，发酵得看天气，捶打要过100遍。这手法，我年轻时跟你爷爷下过打手。露儿，明天咱就去泾县，我上手给你试。好，文化园那边我都联系好了。
看这手感没丢，你爷爷要是知道咱家又能造出这纸，准高兴。匀、薄、刃，爸，您这手艺绝了！陆儿，爸这辈子没想到还能派上这用场。爸，今天陆映雪又来找我，说开庭时让我选她，以后送我去国外。她是你妈妈，见面是应该的，但无论你选谁，爸爸都尊重你。我不选他，我只要你。他说你球没出息，可他不知道你现在有多厉害。傻儿子，爸爸现在有工作室，还是书法协会的人，谁也不能把你从爸爸身边抢走。陈主任，省里的田景全教授来了，挂名中医顾问，今天第一次查访。他是杨明亮的硕导。田教授教过我温病学，理论功底是有的。来者不善呀，杨明亮肯定憋着坏。陈主任，查房快开始了，田教授他们已经在耿书记母亲那边了。田老师，这就是焦翠兰患者的病房。你是查房的？田教授，请，病历都在里面。陈医生，你这方子4两金银花，超药碘4倍，清热过头，伤及根本。患者舌红苔黄腻，脉象弱中带濡，是湿热蕴结，非单纯阴虚。重用金银花在于清热解毒，透邪外出。我临床40多年，难道不比你懂辩证？我给我弟打个电话。田教授，您一味强调滋阴，可知患者火毒之源何在？若本源不清，滋阴岂非助纣为虐？哼，搞一个资历深浅论医术高低，这医院查房比的不是医术，是官威和年纪。既然你们喜欢比，那老夫也来跟你们比一比。焦翠兰的单子我看过，陈露小友的治法与老夫的思路不谋而合。田景全，你张口药典，闭口资历，可曾细查患者脉象柔软、湿热交结之态？秦老，我，你那滋阴之法才是真正的南辕北辙。学生学艺不精，惭愧。陈主任治好了我老伴的老寒腿，中医科折腾半年没见效，凭什么卡我们？对，我们就想挂陈主任的号。我要转科，中医2科服务好，见效快。各位病友、家属，我是院长何源，大家的问题我们一定重视。宋主任，你现场登记大家的意见，但查房需要安静，请大家理解配合。谁允许你们随意更换我母亲的主治医生？经过家属同意了吗？耿书记，田教授是省里名医，也是为老太太好。好，刚才的辩论我听够了。田教授，您的方案若真高明，为何连秦老都站出来反对？秦老，您说呢？陈露的方案无需改，也不能改。湿热之毒，当因势利导。田景全，你还有何话说？秦老，我学生学艺不精，惭愧。秦老，陈露他毕竟年轻，医学之争何时论起资历辈分？病例讨论为的是探究真相，
岂容你等以势压人？院长，医院是为人民服务的地方，这种歪风邪气必须刹住。个别领导的素质有待提高。贺检察长批评的是，我们一定深刻反省。小陈大夫，哈哈哈，久仰啊！秦老，您言重了。你这身医术师承何处啊？老夫着实好奇。正好我今日无事，陪你一起查房，如何？陈主任，久仰，我是顾海生介绍来的，邱阳。邱家老三。邱先生，请坐，病历我看一下。纤维性肌痛综合征。你这病，老夫也曾会诊，确实棘手。国内外看了个遍，收效甚微。手给我。脉象如色，但病因藏得深。此病复杂，常脉难后其真。徐哲，拿糖盐水。秦老，我想现在给他把脉。病发时脉象紊乱，恐不准呐。不，长脉后症，病脉诊动，此刻正是时机。长脉后症，病脉诊动，各得其所，妙啊！邱先生，20年前你是否受过一次重伤，或是受过极大惊吓？20年前，对，踩了颗哑雷，魂儿都快吓没了。陈主任，这你都能摸出来？病根在阴阳2窍脉，当年暴惊，气机逆乱，淤血阻络，不是寻常风湿。忍一下。淤血，果然是陈年旧伤。活动一下，还疼吗？不疼了！天哪，陈主任神了！小陈，你可知脉诊5经？实脉、辨脉、通证、入微、察辨。秦老，我觉得5经之上有你说什么？我认为应有7经，第6经可称知故，探知病源，追本溯源。知故，老夫困于察辨之境久也，原来其上真有天地。陈先生，达者为师，秦某恳请拜您为师。秦老，这如何使得？折煞晚辈了。医学之道，达者为先，你若不应，我便长疾不起。秦老厚爱，陈露愧领了。好，待我筹备，必为先生办一场风风光光的拜师礼。最后，请本次期末考试总分倒数第1的家长陈卓的爸爸上来讲讲育儿心得。感谢王老师用这种方式请我上台。第一，我有名字，我儿子也不叫倒数第1。第二，他只是做错了题，不是做错了人。第三，我为他社科体美全满分而骄傲。请问王老师，为何只盯着分数，无视孩子全面发展？说得好，教育不是分数竞赛。陈先生，你这是在胡搅蛮缠，成绩差是事实。
我倒有几个问题请教。第一，我儿子个子中等，为何总坐最后一排？第二，他1年级成绩优异，为何如今一落千丈？第三，他在校屡遭霸凌，您作为班主任，这学我们不上了。校长，再给我一次机会，刚才是我做错了，我愿意向陈露先生和陈卓同学道歉。我教书10多年，自问兢兢业业。贺兰、杨小飞的家长，你们说句公道话呀！我懂了，原来没了这身教师皮，我什么都不是。既然我不好过，谁也别想好过。周爱忠，你休想独善其身！校长，报警吧，我就在这儿等警察。王老师，我们出去谈。没必要，在警察来之前，我哪儿也不去。陆校长，我先带王老师了解情况。通知陆校长，这事必须顶格处理，否则基金会立刻撤资。是，沈董。沈董，您放心，我们一定严肃处理。最好如此，我绝不允许我的学校有这种害群之马。沈董，陆校长，这事我们教导处一定处理好。王老师，你今天的言行严重失职。是，我给陈先生道歉。陈先生，学校愿出5万补偿，这事儿就算了吧。哼，钱能买回我儿子的尊严，我要的是公道。杨小飞霸凌我儿子的事，你们查清了吗？根本没有霸凌，都是孩子们间打闹。警察早查过了，没证据啊。那监控怎么恰巧坏了？周主任，你心里没数吗？何姐，你儿子还能上学？周爱忠，你也就这点手段了。我宁可让儿子转学，也绝不向你们这种人低头。沈董，我们学校竟有这种丑闻！立刻联系教育厅纪检组，我要彻查周爱忠。王老师，你涉嫌侮辱学生、作伪证、受贿，现在要搜查你家。我懂了。周主任，跟我们走一趟吧。沈路，你够狠！周主任，茂源小区7号楼2单元1201，两个孩子很可爱吧？王世梅、周爱忠正式被捕，杨小飞被勒令转学。张警官，谢谢。你那个精神病诊断，以后尽量别用了。当父亲的总得有点保命符。对了，杨明亮那边，他涉嫌行贿，已经立案了。爸，以后不用见王寡妇了。爸带你吃炸鸡去。陈先生，学校会免除陈卓所有学杂费，另外补偿20万。沈董，道歉有用的话，要法律干什么？陈先生，车已备好，手续齐全。哇，爸，你中彩票了！爸以后天天接你放学。老哥，庆祝你脱离苦海！少喝点儿，上次谁吐我一身？陈露，你要不要脸？勾引我妹妹！是你先出轨的，我就喜欢陆哥，怎么了？滚！否则我让你那些丑事见报。姐夫，我要当你老婆。
别说胡话，我送你回家。他不要你，我要你，我比他感情。佳佳，你值得更好的人。陈老哥，这诚心纸简直是国宝。这只是试制品，真正的好纸得再等3个月。年薪100万，配车配房，您必须收下。杨家还敢作妖？备车，我去会会陈露。陈露有精神病史，这种人能当主任？这事儿需要调查。我提议由秦正代理中医2科主任。哼，我看谁要动陈主任。爸，这房子能跑马拉松。露，妈做梦都想不到。妈，我出去趟，医院可能待不下去了。陈主任，您走了，我们找谁看病啊？我攒钱给您开诊所，求您别走。各位，陈露何德何能？由妇科全体联名，我们等您自立门户。这是全院职工的联名信。院长，我意已决。急诊科，快送担架！有老人晕倒了，快快啊！看，我到底还是医生。师弟，省研究院给你留了专家席。师兄，我想先陪陪孩子。爸，我梦见你变成超人了。爸以后天天当你的超人。陈主任，上次说的国自然基金课题，你考虑的怎么样了？这个课题做成了，咱们都能拿奖。我是第1负责人，你是第2负责人，经费有100万呢。胡主任，您主导就好，我就不必挂名了。你呀，就是太实在，现在评职称靠的就是课题文章。好啊，老胡，有这种好事只找陈主任，不叫我，我可不答应啊。晚上我请客，咱们边喝边聊。今天会议重点讨论中医2科成立事宜。经过讨论，医院决定投入300万科研资金支持发展。现在
关于中医2科独立社科占用住院楼13楼的提案，请大家表决。科成立是好事，需要一位有资历、有影响力的专家来担任主任。陈露主任虽然年轻有为，但毕竟经验尚浅，我认为需要一位更资深的人选来牵头筹建。这是污蔑！陈露，你说是不是？我马上让法务追究到底。耿书记，谢谢您，但报道是真的，我确实有相关病史，受不得刺激。我这人要是发起病来，自己都控制不住，会做出什么事，可说不准。鉴于陈露同志的身体情况，解除陈露中医2科代主任职务，拟由中医科副主任秦周成同志担任中医2科代主任。感谢何院长一直以来的信任，借此机会，我正式向医院提出辞职。何源，这对陈露不公平，他的病根本不影响工作，中医2科有今天全靠他，你这是在过河拆桥。老宋，这是政治，让一个有精神病背景的年轻人上去，方鸿杰他们能答应吗？这是成年人的游戏规则。哼，规则，为了规则就能把人才逼走，这样的官我不当了。小陈，对不住，这是我给你写的推荐信，去省中医院或者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那边院长是我朋友，他们惜才愿意培养你，锦川医院配不上你。宋主任，谢谢您，以后您若有需要，随时找我。胡主任、皮主任、徐哲、小武、陈林护士长，终究是到了告别的时候。但这一次离开，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有的临时工了。陈主任，您走了，我们找谁看病啊？我攒钱给您开诊所，求您别走。这是非法聚集，都散了，否则报警了。孙院长，这次活动经过公安报备，合法合规，老百姓表达感激，犯哪条法了？陈主任，这样的医院不待也罢。我代表优抚科表个态，您要是开门诊，我们的患者第一个支持您。反了，都反了！立刻以医院名义发声明，公布陈露的精神病史，和医院给他安排的组长职位澄清事实。还嫌不够丢人吗？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冷处理，组织义诊，挽回形象。你给陈露打电话，让他必须公开道歉，否则我在铜川省医疗圈封杀他。宋主任，有事啊？陈露，我是方鸿杰，立刻发表道歉声明，我们好聚好散。方书记，您哪位？我都辞职了，您管得着吗？你信不信我让你在铜川省找不到工作？傻逼！各位，天大的好消息！经省卫健委研究决定，特调锦川市人民医院陈露同志前往省卫健委保健局专家治疗小组任职，这是我院莫大的荣誉。对了，请陈露同志过来一下吧，我也见见我们医院的这位专家。朱处长，陈露她今天刚辞职了。好，真好，我还是头一次见到主动把王牌拱手让人的医院。这件事我会如实上报。
陈专家，这是保健局的调令，这个岗位是为您特设的，主要工作是到各医院、社区协助诊治特殊患者，希望您不忘初心。谢谢朱主任，这个工作我很喜欢。老陈，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干杯！去了，好好干，给咱们医生争光。小陈，保重，混出个人样来。某些害群之马终于走了，大家要向秦主任学习，厚积薄发。侯市长安排团建。杨主任，病房空置率超过70%，先讨论业务问题吧。锦川医院，再见。保健局，我来了。真正的博弈才刚刚开始。谢谢，幸福。这一次，我要为自己和儿子搏一个未来。陈专家您好，顾主任正在等您。陈专家你好，我是办公室主任顾红堂。顾主任，你好。怎么学长不认识啦？手续办好了，您的办公室在医疗科，王海荣科长会接待您。陈专家，可把您盼来了。我是王海荣，欢迎加入。王科长客气，叫我陈露就行。我是中医全科，什么病都可以参与。太好了，我们正缺您这样的多面手。陈露同志啊，欢迎！希望你能不忘初心，多参与基层义诊。吕局长放心，我一定尽力。这个混蛋，倒是混得人模狗样了。这样下去可不行，医术会荒废的。或许可以帮吕局调理一下那早生的华发。陈专家，您离职的事儿闹大了，市里通报批评了锦川医院，说他们人才意识淡薄。这么严重？您现在的能量可不一样啊！陈专家，任务来了，一位老领导点名要您去会诊。哪位领导？严老，严文生，就是之前帮锦川医院说话的那位。我听说是方红杰他们惊动老领导，想给您个下马威。要不帮您推了？不用，既然是工作，我去。老领导，我们也是不得已。陈露有精神病，怎么能把中医二科交给他？这是对医院不负责任啊！人才啊，还是要以德为先。我倒要看看这个陈露有多大本事。脉证不符，需向实脉。我行医多年，从未见过如此复杂的脉象。哎呦，痛！保健局的专家什么时候到？严老点名要求的，是陈露专家。胡闹！这不是鸿门宴吗？爸这是要干什么？专家，这边请。这不，看来基地医院不太欢迎我们。就是，我回去得跟领导反映反映。别，陈专家，您误会了，我给您带路。陈专家，抱歉，给您添麻烦了。
沙子不少。一不叩门，是严老请我来的，莫非诚意不足？陈露，注意你的态度。闲杂人等，请出去，我要开始诊断了。李教授判断无误，确实是脉症不符，但此非真脉，乃药气瘀滞、寒热交织所致的假脉。得罪了。哎呦，我痛！陈专家，这郁结多年的浊气总算排出来一些。严老，现在感觉如何？不疼了，真的不疼了。那个，抱歉啊，你们出去透透气儿吧。老领导，您这话说的，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哪能嫌弃？就是刚才有点生理反应，控制不住。我们要是连这点事都担不住，以后还怎么靠得住？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您的健康呀。陈专家，您刚才那一手点穴，真是让人大开眼界。这手法莫非是岭南学派的传承？李教授好眼力。陈主任，刚才那是……算是点穴的一种，不过没传说那么神奇，是中医里按摩导引的手法，帮助严老顺气。多谢陈医生，但肚子里还是隐隐作痛。严老，您吃了国医大师的药方后仍不适，问题可能不出在方子上。哦，那是什么问题？是药的问题。您这药是在哪抓的？都是司机小刘在咱们医院药房抓的。对，都是按方子在我们医院抓的药。药可能不对，还有剩下的吗？拿来我看。有，但在领导家里。快去取，马上！我去个洗手间。孙院长，这里有洗手间。所有人现在都留在这里，手机全部交到严军这里。陈主任，药在这里。老领导，还是先让我们药检部门做个专业鉴定吧。眼睛看能看出什么？方书记，有的东西眼睛比机器还准。老爷子，陈露和孙院长之前有些误会，他的话可能太情绪。药品质量我们绝对重视，如果是合作公司的问题，我们一定追查。红姐，药品是底线，绝不能出问题。是，老领导，要不您来当我们医院的荣誉院长，有您这把关，医院肯定能再创辉煌。这个为人民服务，不分岗位嘛。我不支持。为什么？不是您的病治不好，是这家医院病根太深，需要刮骨疗毒。否则，谁来当这个荣誉院长，都是惹一身骚。陈露，你太狂妄了！你对医院有什么贡献？凭什么否定我们？就凭这个？严老，您吃的冬虫夏草是水泥做的，这已经不是用药不对，这是谋财害命。陈露，血口喷人！在医院工作20多年，兢兢业业，这是在侮辱我，侮辱所有医务工作者！我要告你诽谤！孙院长，我还没说是你的问题，你激动什么？我只是怀疑药材质量，你这反应是做贼心虚吗？你强词夺理！我有所有药材的采购凭证和质检报告，你可以去查。好了，都冷静。老领导，陈露和孙院长可能有些个人恩怨。当务之急是您的病，药材问题我们一定彻查。如果是公司责任，绝不姑息。红姐，
是书记，这件事儿你必须给全院一个交代。是，我一定亲自督办。红花用细沙染色灯，圆弧用山药种子切片冒充，猪灵白矾水浸泡，神参用有毒的华山参代替。孙院长，华山参中毒会导致心率加速、瞳孔散大，严重可昏迷、呼吸麻痹。严老最近心慌，小便困难，你没想过是药的问题？陈专家说的没错，这造假手段太恶劣了。有一个景川市人民医院，我吃了20多副毒药。方鸿杰、孙广宁，这就是你们的管理？不可能，这一定是有人陷害我！陷害？从药房到您手上，经手的人都有谁？谁能在这公家医院里用水泥做的虫草，天天陷害你？孙广宁，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太让我失望了。查，一查到底，所有参与造假的人，一个都不许放过！你们不信我，我以死明志！快下来，有话好说，冷静点。跳啊！你以为你死了，线索就断了？你死了，你老婆拿着你的钱改嫁，你儿子管别人叫爹，你就清白了吗？你想死，我不拦着，但在你死前，让一个人来见见你。秦正，想活命吗？想活，现在来严老病房。陈主任，我马上到，我马上到。陈主任，我错了，我都说，我什么都交代。秦正，你胡说什么？是不是陈露威胁你了？都是孙广宁，他和汇江药材公司勾结，用他小舅子的皮包公司供货，8年吃了3000多万回扣，药房全是他家亲戚。账本在这儿，西药也有问题，他收了医药代表的黑钱，进劣质药卖高价。秦正，你个王八蛋，我瞎了眼信你！我揭发，我检举，孙广宁分我的钱，我一分没动，我要自首。方鸿杰也不是好东西，他和你老婆……秦正，你疯了吗？喂，卫健委吗？锦州市人民医院，请立即派人过来。对，涉及严重违纪。孙广宁、秦正，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陈露，等着，我出来！3000多万，够你坐穿牢底了。我玩忽职守，顶多几年，我在里边等你。丢人，丢人呐！陈医生，今天多亏了你，是我老糊涂，差点被这群蛀虫蒙蔽。严老，您没事就好，我是医生，这是我的本分。陈专家，您太厉害了！这样的医院不待也罢。陈专家，大恩不言谢，家父的事还有医院的事，后续还需要您多帮忙。您在保健局那边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严主任客气了。陈主任，不好了，秦正在车上突发心脏病，快不行了，我们正往医院赶。什么？稳住他，我马上到。严老、严俊主任，抱歉，有个急症病人，我得马上过去一趟。你快去，救人要紧。这孩子是块宝啊！我们之前，爸，我明白，以后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不行了，试颤，除颤无效，准备肾上腺素，最后一次。让开！陈主任，
这太冒险了。死，我没答应。心率100以内了，刚才还是房颤。陈主任，我真以为我死了，那一瞬间，我这辈子做的错事都在眼前过，我该死啊！你的命从来不是别人的，今后的路怎么走，看你自己。救命之恩，我这条命是您的，我再也不干那些缺德事儿了。我希望鬼门关走这一遭，你能真明白，药是救命的，是老百姓最后一道防线。这道线要是烂了，得有多少人家破人亡，生命所系，健康所托，岂能儿戏？陈主任，您放心，只要我活着，一定把这事儿查个水落石出，将功补过。好，说得好，医者仁心，更是医者良心。范主任，您怎么来了？陈专家，久仰，我是省人民医院急诊科范正义。您今天真是让我开了眼，中医急救，神乎其技。范主任过奖。陈专家，我有个不情之请，我们院一直想开展中医参与极危重症抢救的课题，缺您这样的领军人物，您愿意牵头吗？经费、平台，全力支持。为救人，义不容辞。好，太好了，我们的合作必将载入史册。诸位，还有个不情之请，秦正的健康至关重要，也为保护他已脱离危险的消息，请暂时保密。明白。这样，把秦正转到我们省人民医院 ICU， 对外就说病情危重，绝对安全。多谢范主任。范主任，秦正怎么样了？潘主任，情况很不乐观，还没脱离危险，深度昏迷，必须马上转 ICU。醒来的几率大吗？难说，可能一辈子就这样了。哎呀！让我进去！你们凭什么不通知家属就抢救？我要带我老公回家！艳红，冷静点，现在救命要紧。你们是不是想害死他啊？我是他老婆，我必须带他走！哎呀！你现在带他走，就是害他。老方他是不是醒不过来了？别瞎想，相信医生。都带走了。爸，您就别操心了。您离开医院几十年，这里如何早已和您没关系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唉，老了，老眼昏花，看人看事儿都出问题喽。还自以为是，差点成了帮凶。老杨，吃一堑长一智，这回你得谢谢陈露。严老，使不得。这一功是道歉，为我老糊涂，为难你，包庇纵容，向你赔罪。这一功是感谢，谢你以德报怨，妙手回春。这一功是敬重，敬你医者仁心，心怀天下，敢揭黑幕，救医院于水火。陈专家，大恩不言谢，以后在省里有任何需要，我严俊义不容辞。严老，您的病按李老的方子调理即可，我还有病人，先告辞了。这孩子是条真龙啊，我们之前小看他了。陈专家，您今天太牛了，我这辈子没见过严老这么对人鞠躬。您没看他之前多威严，您倒好，一点不惯着，反而让他心服口服。好好开车。嘿嘿，严主任还主动加我微信了呢，说以后有事儿直接找他，跟着您太有排面了。那是你自己机灵。王主任，陈露去严老那儿，你怎么不拦着？万一出岔子，他以后在保健局怎么立足啊？顾主任是严老亲自点名，我哪拦得住？陈专家自己有分寸。唉，他是真有本事，可也太直了。不行，我得问问爸，这次你得帮帮陈露，严老爷子那脾气。红糖，陈露是雄鹰，不是家雀，他迟早要经历这些。你应该想想副局长竞选，老干局的侯部长是关键。可好了，陈露没事，他刚干了件大事，你把心思放自己工作上。陈专家，严老来电，把你夸上天了，说你是保健局的宝贝，
严老过奖了。顾主任为副局长的事发愁，竞选对手背景硬，关键在老干部侯部长那儿。王主任，稍等我一下。王主任，久等了。这是我一点不成熟的想法，关于老干部工作，您看能不能给顾主任参考？这你刚写的，这视野，这深度，足以发日报头版。陈露，你从政吧，学医屈才了。您过誉，要是觉得有用，麻烦转交顾主任。你自己去给，这份我可不贪功。真乃神人也。唉，新形势下老干部工作的若干思考，这观点太犀利了。王主任写的不像啊。还没下班？你也没走啊？这材料是你放的？一点想法，看能不能帮上忙。不打扰你了，早点休息。学长，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唉，爸妈，我不竞选了，太累了。这是什么？这文章谁写的？观点太精准了。是陈露，他放我桌上的。陈露，竟然是他！上医医国，中医医人，我到底还是低估了他。老顾，红糖跟一个离异带娃的，传出去不好听啊。你懂什么？是咱女儿未必配得上人家。这件事你别管。陈露，文章我看了，写得非常好，我准备署你的名投日报。不用，写你就行，对我没用。我是领导，听我的。另外，换衣服，跟我出趟差。去哪儿？蒲山疗养院，给一位老领导看病，这是任务。是，顾主任。这里只接待省部级以上老干部。那位是侯树平部长，亭子里是梁振华老爷子，退休前是老干工委负责人。清静是清静，少了点烟火气。混蛋，你会不会下棋？滚！老师，您消消气，休息会儿。我没病，再找医生来我就走。臭棋篓子，丢人现眼！梁老属中医癫症，类似精神分裂，现大人等请回避。田教授，我们是保健局专家，不是闲杂人。顾主任，田教授也是为治疗，说说方案吧。方案有二：一，食疗药膳，悄悄加入镇静药物；二，文体活动，如下棋，转移注意力。不可。哦，陈专家有何高见？治病求本，梁老心结未解，强行用药或分散注意，如同养养止沸，心病还需新药医。说得清楚，新药何在？你难道能让他放下挚友去世的执念？我能。陈专家，话别说太满。坐井观天，怎知天地之广？侯部长，请让我试一试。这位置不是你该做的。我觉得正合适。老头，来一局。没大没小，滚！哼，是不敢吧？怕输给我这年轻人，脸上挂不住。狂妄！我会怕你？那就来啊！别说你老了，吓不动了。好，今天就让你这黄狗小儿知道天高地厚。来棋，下快棋，我可没工夫陪您磨蹭。随你红先黑后。吃马，抽车，将车。老头，你这棋软的像棉花。你，陈露，你干什么？出事了，快叫医生！陈露，你把梁老气吐血了。小子，你是故意的。郁结之气，赌不如输。现在心里是否畅快些了？畅快，多年未有之畅快。好，那我们继续。这局我让你双马。妙手，梁老此招暗合兵法，好棋，以得棋道三昧。将军，小子，服不服？心服口服。梁老棋艺以真化境。好小子，老夫这辈子没佩服过谁，今天算你一个。2盘棋治好了我的心病，神医呀！陈专家，刚才误会你了，你这医术神乎其神呐！侯部长过奖，情志治病亦需情志解。古人云：怒胜思，喜胜悲。今日不过是效法先贤。侯部长、梁老，这是我和陈露写的一点关于老干部工作的思考，
请二位指正。好，切中时弊，见解独到。小陈，来老干局帮我吧。两老厚爱，但我志在医术。不过，若能为老干部健康略尽绵力，我愿担任顾问。好，过分好，就这么定了。红糖，这文章我推荐上日报，署名就陈露顾红糖。小顾，工作做得不错，再接再厉。后生可畏啊，红糖这丫头有福气。陈露此人乃国士无双。锦川这潭水比想象中深呐，没有根基，步步维艰。你好，哪位？顾市长嘛，我是组织部的侯树平。侯部长，您好，您好，您亲自打电话，有什么指示？指示谈不上，看了你推荐的薛玉生同志的材料，很不错嘛，年轻有为，在基层的成绩有目共睹。我这边会派人跟进考察，如果合适，部里会议上我会支持。这太感谢侯部长了。只是孙书记那边工作需要嘛，按程序走。好了，就这样。侯树平为何突然示好？这绝非偶然，是看中了什么，还是有人递了话？陈专家，您可算来了，快请坐，就等您了。宋主任，这是……陈专家，久仰大名，我是省医政医馆处的孙超。今天这局是我托宋主任请您来的，就想跟您交个朋友。来，我给您介绍。陈专家，听说您还没买房，我在江畔有套不错的楼盘，您要有兴趣啊，成本价给您。陈哥哥，我最近总觉得身子乏，您医术那么高，待会儿给我把脉嘛。房子、女人、投资，孙超这调查做得真细致。离婚单身，租房居住，这是断定我缺钱又好色，连环套摆的不错。陈专家，我看您喝的差不多了，我陪您去趟洗手间。哎，宋主任，这才哪儿到哪儿？陈专家海量，大家正高兴呢，你别扫兴。陈专家，说实话，我孙超佩服有本事的人，您就是这条真龙。今天请您来，就为交个心。政治如同下棋，实力相当则制衡，实力悬殊嘛，总有一方要懂得进退。孙主任的意思是，保健局副局长的位置我志在必得，只需要您帮我个小忙。以后顾红堂那边的会诊，您找个理由别去掺和，如何？就当帮我这个朋友。如果我不答应呢？陈专家真会开玩笑。您看，宋主任似乎醉了，我让人送他回去。孙主任，陈露他真不能喝了，人是我带来的，我必须全虚全伪送回去。宋志毅，给你脸了是吧？今天这人你带不走。孙主任好意心领，道不同不相为谋。你这路太脏，我嫌硌脚。陈露，走出这个门可就没回头路了。我陈露的路自己走，不劳费心。小陈，老哥对不住你啊，我不该带你来。孙超他爹是孙明恩，方红姐是他家的狗，我这医务科主任难做呀，我真怕你陷进去，你要是有个闪失，我死了都闭不上眼。宋主任，没有你，他也会找别人，这事躲不过。你得小心，孙超这人睚眦必报，你以后在保健局……放心，魑魅魍魉我见多了。唉，今晚这事儿算彻底撕破脸了。撕破也好，清静。你呀，还是太刚。不过老哥佩服你，只是以后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水来土掩罢了。孙超、宋玉芳雪藏我，断我诊疗之路。好啊，我倒要看看谁能藏得住谁。正好趁着清闲，把该拿的东西拿到手。陈主任哟，看您这气色，红鸾心动啊！实不相瞒，老哥我可能要动一动了，去中医药管理局。
恭喜王主任高升。同喜同喜。对了，新任的医疗科宋玉芳主任是孙主任力荐的，您多担待。陈专家，这是近期各老年活动中心干休所的体检协调安排。您刚来，多熟悉基层工作。至于专家会诊，科里会统筹安排，有任务再通知您。宋主任，蒲山疗养院梁老那边需要复诊，请陈专家跟我去一趟。哎呀，顾主任，不巧，陈专家后天要代表保健局去省里参加医药博览会保障会议，时间冲突，去不了。好。宋主任，梁老的复诊是早就定下的。顾主任，工作是动态调整的，博览会级别更高，陈专家代表的是我们保健局的脸面，对吧，陈专家？宋主任安排的很周到。陈老弟，好消息，咱们那个中医急救的国自然课题初审通过了，经费这个数8位数，你是第2负责人。这么多，平台不一样了，等你有了这课题傍身，看谁还敢小瞧你。对了，袁省长今天也来巡馆，他那人对中医有点看法，你多担待。现代医学讲究证据，靠数据说话。中医嘛，经验之谈，缺乏循证依据，难以大规模推广啊。小陈专家也来了，正好请教，你觉得这次博览会办得如何？格局宏大，武器朝宗，生意兴隆。哦，还懂风水？那你看我今日气运如何？袁省长，眉宇间气血有亏，肝经湿濡，今日恐有外伤，伤在筋骨，小心为上。领导，年轻人信口开河，别当真。有意思，小陈，若你所言不虚，我亲自向你道歉，并答应你一个请求。若是不准，哈哈，就当个玩笑。言尽于此，好自为之。彭会长，我反对。陈露有何资历？论文、课题还是省名头？凭什么免选直接当常务理事？这是对协会千百名兢兢业业医者的侮辱。没错，协会不是官场，要讲学术，讲贡献。蔡会长，这是卫健委的规定。规定是死的，我们是学术团体，不是蝇营狗苟之地。他陈露邀请来，我第一个不答应。诸位，这理事我不当了。一个连中医药展区都没有的医药博览会，一群在此争名夺利的协士理会，你们配不上中医2字。陈露，神了！袁省长他真的从楼梯摔下来，桡骨骨折，送上人民医院了。知道了。雪藏断我诊疗路，殊不知庙堂之高，江湖之远，皆是我医道修行之所。元金宗这只是开始。袁省长，骨折处卡压桡神经，太棘手了，风险太大，建议马上手术。手术也可能损伤神经，导致手部功能障碍。就没有更稳妥的办法吗？或许可以请中医骨科看看，他们手法复位经验更丰富。哼，中医能比现代医学更精准？江教授，只要能治好，什么方法都行。复位窗口一过，现在只能手术。我建议请西医专家。保健局的陈露呢？他不是擅长这个？陈专家，他今天奉命去乐阳湖疗养院保障老年活动了，一时赶不回来。哼，乐阳湖老年活动，宋主任，你这调度真巧呀！我给陈露打电话。陈露，袁省长骨折，手法复位困难，你能不能治？能治，但不信中医者不治。老袁，这连我替你拉下。范主任，带路去乐阳湖，我们亲自去请。大家继续，我也是来看病的。陈专家，我是来道歉的，我过去轻视中医，错了。
请你看在全省百姓需要中医的份上，援手相助。陈专家，拜托您。陈医生，袁省长知道错了，您就帮帮他吧。袁省长，我治病有3不治：不信者不治，不诚者不治，不仁者不治。您站哪条？我3条都站过。但我今日诚心求医，并承诺必全力推动中医在省内平等发展。江教授，可考虑正中神经探查乳路，避开卡压点，复位时需用巧劲，非蛮力。妙啊！这思路弥补了手术盲区。陈专家，我们合作课题吧。后续康复我可协助，但请袁省长记住今日之言。一言为定。陈洛，你去哪儿？回保健局吗？徐主任，不了，我们宋主任给我安排了更重要的任务，去下一个养老院。宋云芳，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保健局专家是这么用的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虽被雪藏，远离权力中心，但这接地气的诊疗反而让精神容积增长更快。100岁推拿圣手王松的记忆已融合大半，只差最后关键的化劲要领。玉芳干得漂亮，把陈洛按死在基层，让他有劲儿没处使，看他还怎么嚣张。孙主任运筹帷幄，陈露医术再高，没平台也是白搭。超哥，放心，只要我在医疗科1天，他就休想接触核心病例。对了，我身上这香好闻吗？特意为你调的。香，宝贝儿，你可真是我的贤内助。哟，这不是陈大神医吗？怎么在养老院发挥愉悦呢？常务理事的位子坐着可还舒服？看来还是基层更适合你这种赤脚医生。蔡会长真是关心我，不过您还是多关心自己吧。您这面色，肝郁化火，肾水不足，舌苔厚腻。您那蔡氏正骨的招牌，别因为自己身体不行先砸了。你胡说八道！是不是胡说？您自己清楚。对了，您那协会我就不去了，免得玷污了您的清誉。毕竟蔡氏正骨听着就不太硬气。还差一点，需要更强烈的情绪刺激。陈露，你他妈还敢打电话来？杨主任，别激动，有2个好消息告诉你。第一，我马上就是保健局专家组的常务理事了。听说你申请多年，连门槛都没摸到，真替你可惜啊！你滚蛋！第二，关于你儿子杨小飞上学的事，我正联系各家学校，准备把他当初如何校园霸凌，差点逼死同学的光辉事迹好好宣传一下，务必让所有好学校都认清这棵好苗子。陈露，我操你祖宗！你敢动我儿子，我杀你全家！杨主任，火大伤肝，新手机挺贵吧？可别又摔了。够了，化劲的奥秘原来如此，100岁推拿圣手的完整传承，齐了。你们以为雪藏我就能让我沉寂？殊不知，我已在你们看不见的地方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次蜕变。小杜，气死人，要判刑吗？误发就误发吧，杨主任，但愿这份问候能让你睡得着。老公，你也太厉害了吧！老公厉害吧？唉，怎么了？最近累的，要不我们分开一段时间吧。我这白天忙工作下乡，晚上回来家也回不去，我担心
我老公。你那废物老公，我记得他是老师吧？这件事交给我。杨叔叔，我孙超是有一件事想麻烦你。对，我听说咱们教育系统不是要派几个老师出去进修吗？我这儿马上就被杨叔叔猜到了，我一个老下属的老公。啊，对，叫霍志业。对，好，谢谢杨叔。优秀教师培训回来就能升职称。你老公估计马上就要给你打电话了，明天就能出发。你真厉害，亲爱的。老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临时接到通知，我要去首都参加培训，回来以后我就是省级优秀教师。老公，你好厉害啊！我爱死你了。老婆，可惜的是，这一次培训要2、3个月，我这2、3个月可能回不来了。老公，你真棒，你放心去，等你回来。讨厌死了，差点被发现。发现？那才刺激呢！明天去你家。陈专家，您的复健手法疗效太显著了，袁省长恢复的比预想快很多。我想跟您学习。江主任客气了，医术本就是为了治病救人，若能教给更多人，造福更多患者，是好事。陈专家，您这格局令人佩服。说真的，您有没有考虑过把您这套正骨复位的手法系统性的推广一下，比如成立一个协会？不瞒江主任，我正有此意。中医正骨需要传承和发展，闭门造车不行。好，这个想法太好了，我可以帮忙联络人，咱们一起申请。需要我做什么，您尽管开口。看看这个，这是人民日报，这篇关于老干部医疗体系改革的文章是陈露写的，上面很重视。老袁呐，金川市人民医院还缺个能干事、敢干事的副院长，省中医医师协会也快到届了。领导，您的意思是让陈露来？你觉得呢？我觉得完全可行，陈露有能力、有担当，正是最合适的人选，我支持。孙先生，这次抚养权的事真是太感谢您了。小事，卢小姐，客套话我就不用说了，你的事儿我既然答应了，就会管到底。是，孙先生，我知道您为人清廉，但上下打点总需要打点，这是我的一点心意。钱就不必了。卢小姐，听说你和你那位金先生条件不错？还行吧，但跟陈露比，我更有能力给孩子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光有钱可不够。陈露现在可是聂省长眼前的红人，所以更需要孙先生您帮忙。帮忙可以，但我有几个要求。第一，庭审上一切听我的安排。第二，我要你彻底把陈露搞臭，能做到吗？能，只要能把孩子抢回来，我什么都听您的。很好，记住你说的话。爸爸，我害怕，我不想跟妈妈走。爸爸不会丢下你，永远不会。陈卓，想范阿姨没有？范阿姨，梅琪，麻烦你了。跟我还客气什么？律师团队都准备好了，放心。现在开庭，原告方陈述诉讼请求及理由。法官大人，我方当事人卢映雪女士，无论从经济基础、居住环境，还是对孩子的陪伴时间上，都远优于被告陈露。反观被告，工作性质特殊，经常加班、出差，甚至自身患有精神疾病病史，此前还疏于照看，导致孩子遭受校园霸凌。我方有证人可以证明。我证明，陈露性格孤僻，有暴力倾向，情绪不稳定，确实不适合抚养孩子。法官同志，你不能把孩子
判给这个精神病啊？他和小姨子都不清不楚的。肃静，原告家属注意法庭纪律。法官大人，这些都是污蔑，我可以解释。被告，请控制情绪。原告方证据目前对你很不利。被告，你还有什么要陈述的吗？或者有无证人出庭？我没有证人。法官大人，我方有新的证人和证据正在赶来，申请休庭半小时。理由？事关案件关键事实，且证据确凿。批准，休庭30分钟。呵呵，陈大专家，看来形势不太妙呀。孙主任，好手段。现在服软还来得及，跟我合作，孩子还能归你，否则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陈露，我给过你机会和解的，是你不珍惜，现在你休想再见到儿子。我最后悔的就是曾经和你在一起。至于你有什么招，尽管使出来。你以为你赢了？你老婆屁股上那颗痣味道不错，前夫哥。孙主任，捡别人剩下的东西吃，容易坏肚子。有些人的脏是洗不掉的，小心惹一身骚。陈露，你被告方，你们申请的证人到了吗？到了，法官大人，我方申请传唤新证人卢应佳。姐，你还要撒谎到什么时候？是你婚内出轨，是你为了钱抛弃家庭，陈露从没有对不起你。那些照片是你故意找角度拍的，至于陈露的精神问题，更是无稽之谈。你胡说！你陷害我！我们是陈露的同事，我们可以证明，陈露医生医德高尚，待人诚恳，绝无任何精神问题或暴力倾向。陈医生是好人，是神医，他怎么可能有精神病？肃静，肃静！王征法官，你涉嫌受贿、滥用职权，请立即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我是省高院院长秦浩林，本案由我接任审判长，现继续审理。经合议庭合议，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决如下：孩子陈卓由父亲陈露抚养，原告卢映雪及其诉讼代理人涉嫌伪证，诬告，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爸爸，我们赢了！爸爸，我们以后真的再也不用分开了吗？再也不分开了。恭喜你，陈露。没谢，这次多亏了你。跟我还客气。晚上我订了地方，给陈卓压压惊，也庆祝一下。陈露同志吗？我是组织部的周磊，恭喜你庭审胜诉。现在正式通知你，经组织研究决定，任命你为锦川市人民医院副院长，请尽快来组织部谈话。有事？新的战斗刚刚开始。陈院长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啊！吕主任还想见见你，跟我来。陈露同志，恭喜啊，双喜临门！来，这是组织给你的支持。吕主任，这太感谢组织了，我一定不辜负期望。好好干。是，保证完成任务。今天会议主要议题是关于陈露副院长提出的中医病区建设方案。陈院长，你给大家讲讲。我的方案很简单：第一，撤销现有中医科、中医2科建制；第二，组建中医大病区，下设骨、妇、内、外等8个亚专业科；第三，所有岗位包括科主任全部竞聘上岗，能者上，庸者下。我反对！陈露，你这是瞎胡闹！什么竞聘上岗？我们这些老主任为医院奉献一辈子，你说撤就撤，你这是公报私仇！对，凭什么？我们不服！陈院长年轻气盛，想法是好的，但也要考虑实际情况嘛。这么搞容易引发矛盾，影响稳定啊。奉献值得尊重，但位置不是铁饭碗。
医院要发展，中医要振兴，就不能排资论辈。我手上有吕夏平主任特批的1000万人才基金，不怕没人来，愿意跟着新思路干的，我欢迎。觉得我陈露是胡闹的，门在那边，好走不送。医院不缺墨守成规的人。好你个陈露，老子不伺候了！我看你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我服从安排。既然多数同志同意，那么方案通过，中医病区建设由陈露副院长全权负责。陈院长，改革方案是推行下去了，但有个现实问题，新病区，特别是计划重点发展的骨科，现在没几个病人啊。病人会有的，我联系了省人民医院的姜廖清主任，我们合作成立中医骨科手法复位协会，免费培训全省的骨科医生。条件嘛，就是他们把适合手法复位的病人转诊过来。妙啊，这是双赢，既推广了技术，又解决了病源。老人家，您这个骨折手术有风险，我建议您去锦州市人民医院找陈露院长，擅长手法复位，不开刀，恢复快。家人们看看啊，省人医的专家都推荐我们去锦川人医，说有个陈院长很厉害。老人家放松，有点疼，忍一下啊。好了，小肖固定。爸，您疼不疼啊？他们是不是骗人的？傻闺女儿，爸好着呢。陈院长技术真好，一下就不那么疼了。那是中医骨科，我们这是西医，得手术不做就出院。这个月打过来的钱少了快一半，方书记，你给我解释解释。都是废物。孙公子，息怒。孙公子，我倒有个主意，魔都的正骨骨科医院是国内权威，国医大师曲和力，要是能请动他们协会来做个学术检查，挑挑陈露的毛病，说不定就能把他的势头压下去。曲和力，好，这件事你去办，花多少钱都行，我一定要让陈露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主人。陈院长，就我儿子，他打球肩膀脱臼了，那边医院说要手术。陈医生，我在直播间看过您，您说这种脱位1天就能好。可以手法复位，站起来，躺到治疗床上去。我害怕，坐着不行吗？不行，躺下效果更好，受力均匀，你自己能站起来的。小伙子，你眼睛颜色很特别，真漂亮，是混血吗？不是混血，他外祖父是新疆的。陈院长，我们全家都信中医，西医就是敛财，还是您高风亮节。小东，去帮我打杯温水来。好的，院长。这位家长，我今天状态不好，怕失手，你们还是换一家医院吧，或者回西医那边手术。陈院长，别呀，我们只信您，孩子耽搁不起，求您了。陈院长，我是您粉丝，拜托您了。陈院长，您就帮帮孩子吧。是啊，看着怪可怜的。唉，好吧，既然大家这么说，那就试试。儿子别怕，陈院长是专家，忍一忍就好。蜘蛛，爸爸，有蜘蛛。啊，我的腿疼死我了，爸爸。陈露，你干什么？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快救他！我全程没有碰他，是你自己没扶稳。这里有摄像头，大家都可以作证。别动，打120。现在情况不明，乱动可能导致2次损伤，你负不起这个责。陈露，你见死不救，你不配当医生，我要告你。哼，你是他亲生父亲吗？你那么爱他，为什么自己不敢动他？怎么回事？快抬上担架！乔主任，等等，我已经报警了，警察来之前谁也别动现场。怎么回事？谁报的警？警察同志，我报的，我怀疑是职业医闹碰瓷。警察同志，他胡说，我们是来看病的，他治不了就污蔑我们。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现在说实话，你的脆骨病或许还有的治，再演下去，这辈子就真站不起来了。我没有。陈院长，就算有嫌疑，救人要紧啊，为什么不先救人？警察同志，您查一下他的身份证，我怀疑他年龄造假。旁边这位也未必是他亲生父亲，而且他患的是罕见的长骨不全症，俗称玻璃人或脆骨病，轻微外力就会骨折。现在多数骨折随意搬动非常危险，典型特征就是蓝色巩膜、听力障碍、骨骼畸形。他这次脱臼
很可能是自发性骨折导致的假性脱位，他们就是利用这个病来碰瓷医疗机构。天啊，太缺德了！我完蛋了。我问了他那么多遍病史，给过他们机会，可惜他们没珍惜。小东，现在明白为什么支开你了吗？做医生，既要治病救人，也要懂得保护自己。江湖险恶，人心叵测，五毒教出身，不会点识毒、防身、逼供的伎俩，那还叫五毒教吗？哼！燕陶然要离职，省中医院妇科一把手，这可是请他来坐镇我院妇科的天赐良机。综上，中医骨科病区虽然患者量增长迅猛，但因其以手法治疗为主，耗材使用率极低，对医院整体营收贡献率远低于预期，甚至为负增长。负增长！要不是你们中医骨科恶意低价竞争，抢走我们西医骨科80%以上的轻症患者，我们科室的耗材和手术收入会暴跌吗？陈院长，你这叫顾全大局。冯主任，患者是用脚投票的，如果一种疗法更便宜，痛苦更小，恢复更快，他们为什么不能选择？难道医院的宗旨不是治好病，而是多卖耗材，多开刀？冯主任的话虽然冲，但也有点道理。中医骨科医生们的绩效提成是不是太高了点？是不是可以考虑适当降低，平衡一下各科室收入差距？何院长，医生靠技术吃饭，天经地义。他们的高收入是建立在治愈大量患者且为医院节省大量耗材成本基础上的，这不该被惩罚，而应被鼓励。陈露，你少唱高调！既然你觉得中医骨科这么能耐，敢不敢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别占着医院的资源，还抢我们的饭碗！冯主任的提议倒也是个思路。陈院长魄力十足，想必不怕挑战。可以，中医病区包括未来的中医妇科全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但我有2个条件：第一，财务完全自主，医院不得干涉；第二，今后医院任何资源调配需按市场价结算，公平交易。何院长，各位，我还有事，先走一步。李教授，燕主任那边具体什么情况？燕陶然丈夫病重，疑家族遗传精神史，医阁的人也去了，是齐尊兰。齐尊兰，那个医派云文的初级会员，他水平够吗？谁知道呢？排场不小。陈洛，这是个机会，但水也很深，你确定要掺和？医者父母心，何况若真能请动燕陶然这尊大佛，对我院中医妇科将是质的飞跃。把地址发我，我马上过去。陈专家，您怎么来了？快请进。这位是何琛大师，这位是医阁的齐老，这位是汇锦生物的王经理。燕居士此宅布局虽佳，然与男主命格相冲，方位煞、尖角煞汇聚，更有阴郁之气盘踞，与病体大大不利，需调整布局。尤其那幅残画戾气过重，需请走。哈哈，大师，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讲风水煞气？生病就得看医生。齐老可是医阁圣手，专治疑难杂症。虚妄之言不止于神，病还得靠医术。王经理，何琛大师是我请来的客人，齐老，麻烦您先看看我先生吧。诊金嘛就免了，不过老夫看墙上那幅残花倒是合我眼缘，若能割爱，我答应您，只要您能治好我先生。此乃百合病之重症，心窍被蒙，需用舌针轻轻泻后，开窍通神。你扎我舌头，我打死你个老东西！唉，炫技而非求效，此非医道，实为医将，甚至是医霸。你敢打老夫？燕陶然，这就是你请来的高人。若信不过齐某，老夫即刻便走。齐老息怒，息怒。何先生这是病中无状，燕主任，您快说句话。齐老，王经理，今日多谢二位，后续治疗我想请陈专家试试，这是诊金，聊表心意。好，燕陶然也够眼光，精信这毛头小子不行我一格。我们走。陈院长，您真有把握？齐尊兰虽人品不佳，但医术在医阁年轻一辈里也算翘楚。道友，品官何居士之病，非药石所能速效，其宅邸气机郁结，化作阴力，皆是诱因。多谢二位，我确有一法，或可一试。李教授，
麻烦您帮我找些宣纸和笔墨来。第一幅清其欲火，第二幅滋其阴液，生其精气，以化为饮，导其气机。严主任，让何先生每日静观这2幅画各1小时，10日后再看效果。老婆，我饿了。好，我这就给你做吃的。陈专家，谢谢您，太感谢您了。不必客气，画留于此，按时观之即可。严主任，我之前提的来我院主持中医妇科的事，等郑华情况稳定，我立刻去报道。停！这手法不标准，力度、角度都不对，容易损伤神经。正规操作应该这样，看到没？要这样才有力度。请你离开。牛教授，如果是学术交流，我们欢迎；如果是来找茬的，请你们立刻离开。我的科室，我说了算，所有后果我陈露一力承担。好个陈露，你们等着，我这就请示齐老，看你们还能嚣张几时。陈露，你太无法无天了，竟敢驱赶上级协会的检查组，你眼里还有没有组织纪律？你要为整个医院的形象负责。何院长，检讨和道歉不可能。如果这就是今天的会议内容，那恕不奉陪。我的病区还有很多事。反了！好，陈露，中医病区自负盈亏是你说的，我看你发不出工资的时候还硬不硬气？我们秉持公正学术态度而来，希望景传人医，特别是陈露副院长能正视自身不足，虚心接受指导，而不是一味抵触。中医正骨需要规范，而非江湖术。你就是陈露？像，太像了。晚辈陈露见过屈老。难道老师他还有传人在世？我们中华正骨协会此次下来是本着交流学习、共同进步的宗旨，但很遗憾，在锦城市人民医院，特别是其中医骨科病区，我们看到了一些不太规范的操作，一些手法的安全性、科学性有待商榷。牛会长，您的意思是，陈露副院长领导的中医骨科在技术上存在缺陷？我们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却遭到了不太友善的对待。作为医院党委书记，我对此事深感遗憾和抱歉。我们一直强调要虚心接受专家指导，但陈露同志年轻气盛，可能有些过于自信了。我们院方一定会严肃处理，加强教育。何院长，您怎么看？这个学术争论是正常的，我们相信陈院长的专业能力，也尊重专家组的意见，具体情况还需要进一步了解。陈院长，请留步。牛会长和方书记刚才的采访，您听到了吗？他们对您和您科室的评价似乎不太正面，是否存在一些误会？没有误会，他们的确是被我们的医务人员还有医院的保安请出去的，这一点他们没说错。把前来检查和交流的专家团队赶走，这是不是不太合适？毕竟来者是客。不请自来，干扰正常医疗秩序，影响患者治疗，这已经不是客，是不速之客。真是开了眼了，这种野路的手法我从业几十年从没见过，发力点不对，角度偏差，完全不符合解剖学原理。陈院长，你们就是这么教学生的？这不是拿患者的安全开玩笑吗？叫保安到骨科区域待命，再有无关人员大声喧哗干扰治疗，直接请出去。陈露，你太狂妄了，眼里还有没有学术权威？好了，小男子汉，试试看能不能动。不疼了，医生叔叔，真的不疼了。陈院长，老朽教徒无方，险些贻笑大方，更是打扰了您和您的高徒施展妙手，实在抱歉。陈院长，您这位学生刚才所用的可是失传已久的柔劲透骨手法，还有您这整个复位的思路，轻灵飘逸，重义不重刑，看似违背常理，实则直指病所，
这手法让曲某人心悦诚服。徐老客气了，因材施教，随政施治罢了。看来徐老您对王松老爷子的学术继承似乎不太完整啊。陈院长，请您务必告诉我，你和家师王老到底有何渊源？师出同门，医理相通。王老的医学思想，我略知一二。混账东西，有眼无珠，忤逆尊长，还不快给你师叔磕头认错！师叔，让我叫这个毛头小子师叔，奇耻大辱！真香，反了你了！我的话现在不好说，是吗？徐老不必动怒，师叔之诚，晚辈愧不敢当。我与他并无师徒名分。你别太过分！姚天祥，今日你若不给陈院长诚恳道歉，回去之后立刻给我卷铺盖滚出师门！我曲合力没你这种目中无人的弟子。对不起，陈院长，是我牛天祥有眼无珠，冒犯了您，请您大人大量，原谅我。起来吧，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希望牛会长日后能将心思用在正道上，为发扬中医正骨术尽一份力。徐老，刚才您看到的化劲正骨，只是正骨现代化研究的一个方向。其实中医正骨要发展，不能固步自封，需与现代医学影像、解剖、生物力学结合，建立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和疗效评价体系。陈院长高见呐！这就以往确实过于淤泥古法了，您的思路才是正的。挺好，味道不错。咱们是来学术交流的，不是来大吃大喝的。陈院长不必客气。陈院长，您之前提到家师，老朽心中实在难安，可否再明示一二？您与家师究竟是？徐老，您的手法刚猛凌冽，已得王老真传。但化劲之所以难以掌握，非为天赋，更在心法。王老晚年追求的是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的境界，您的心太急了。以柔克刚，以静制动，心法太急了，太像了。为什么他说话的神态、处事的方式，甚至那背影，都那么像老师年轻的时候？今天的考察，大家都看到了，陈陆院长医术精湛，理念超前，更难得的是胸怀广阔，心系中医发展。我提议将中华正骨协会总会迁至锦川市，与陈院长领导的正骨协会合并，并推举陈陆院长担任新协会的会长。诸位意下如何？完全支持老师的决定。陈会长在正骨手法现代化、标准化方面的见解和成就远超我等，协会在他带领下必将迎来新的辉煌。经中华正骨协会全体理事决议，即日起，协会总部正式落户锦川，并特聘陈陆副院长为协会荣誉会长，主持全面工作。师叔，合作愉快。另外有件事得提醒你，孙超和王文定那边好像没死心，您得给我留神。知道了，谢谢。叶主任，我们中医病区骨科现在患者越来越多，地方和人手都紧张，您看能不能把西医病区的骨科也合并过来，统一规划，资源共享，这样更利于发展。好主意，这事儿我看行，就这么定了。牛会长，后续合并的具体事宜就辛苦你多费心了。陈陆这小子真是我的福将，这才几个月就给我送来这么大一份颇定的大政绩。在锦川市人民医院这些领导心里，我现在说话比省卫健委的吕夏平还管用。县官不如县管，这话一点不假。我师叔的意思是这样的，我师叔觉得这个方案更好。也罢，有他这个师侄在前面挡着，倒是省了我不少麻烦。何院长，喝点水吧。说起来，陈陆能有今天，您才是最初的伯乐，是您先发掘他、提拔他的，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宋院长是来看我笑话的，如果是，请回吧，你的水我喝不起。凭什么？当初要不是我提拔他，他哪有今天？现在倒好，功高盖主，连聂兴昌都向着他，方鸿杰也是个废物。陈陆，咱们走着瞧。孙书记，您日理万机，怎么还亲自过来了？今天可是咱们锦川市医疗卫生系统的一件大喜事儿，我怎么能不来沾沾喜气？聂主任，你这个伯乐功不可没呀，选人很有眼光。此子绝非池中之物，他为我所用，必成心腹大患，绝不能留。方书记，这次主动邀请专家促成合作，你也是功不可没。领导过谦了，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没想到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何院长管理有方，医院人才辈出，后生可畏呀。多谢孙书记和市里的肯定，我们一定再接再厉。关于这个正骨培训基地接下来的具体建设和日常管理工作，我看就由何源同志牵头负责吧。陈院长毕竟年轻，还是要以业务为主，
多积累经验。我不同意，孙书记。哦，陈院长有不同意见？哈哈哈哈！年轻人机会多，未来可期，不要太着急嘛。如果思想觉悟高就能把医院办好，那还要我们这些医生做什么？医院的发展靠的是能治病救人的医术，而不是空谈。培训基地必须由专业的人来管理，否则就是浪费资源。小陈同志，一个组织，一个单位，讲究的是团结协作，个人英雄主义要不得。抱歉，孙书记的境界太高，我这种搞技术的人理解不了。我也坚决不赞同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安排。陈露，你别仗着有点功劳就无法无天。如果你们觉得靠空谈和安排就能办好医院，那可以试试。但我提醒各位，我今天能吸引来这么多合作单位，让锦川人医成为全国典型，明天我也能让他们都离开。陈露，你敢？牛天祥，师叔，你吩咐。我以中华正骨协会荣誉会长的名义宣布，协会与锦川市人民医院的所有合作项目暂缓，选址问题重新论证。是，马上执行。陈露，你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你知道后果吗？后果？孙书记，你的手是不是伸得太长了？锦川市容不下我们，全国这么大，总有讲理的地方。另外，您有空操心医院，不如先管管您的宝贝儿子。听说孙公子他杨氏不举，病得不轻啊！您这当父亲的还有心思在这儿争权夺利？如此，安敢如此辱我？医生，爸，您怎么样？您别吓我！老孙，你这是何苦啊？跟个毛头小子置什么气？孙书记，您本身有高血压基础，情绪过于激动，导致血压骤升，引发了急性胃黏膜出血，情况已经稳定了，需要静养一段时间。爸，陈露这小子太嚣张了，我一定……这件事你不要管了，陈露我亲自处理。你的调令快下来了，安心去新岗位。爸，您要干什么？您还得休息。聂省长召见，我必须去。小陈，今天的事和你没关系，你做得对，维护自身权益，何错之有？放心，锦川市人民医院，尤其是你的中医病区，是我重点关注的改革试点。你大胆去干，天塌下来有我顶着。你小子这张嘴啊，真是得理不饶人。不过话说回来，有树可担着，你专心搞你的业务，现在可以宣布合作继续了吧？话说回来，孙明恩吐血，是不是也在你算计之内？你气他还控制着火候，怒则气上，血随气逆。他肝火作旺，瘀滞中焦，此番急火攻心，吐血反倒能泄其郁热，免生他变。若是憋着，恐生厥脱之症，算是送他一副不花钱的泻心汤吧。你这小子以后收敛点，毕竟是一方大员。张医生，你这伙食标准够高的，颗粒报销。那必须的，陈院长说了，咱们骨科是力气活，不吃饱哪有力气干活搞训练？跟着陈院长吃香喝辣。早知道当初合并的时候，我也申请去中医骨科了。选择大于努力，肖博然主任只是临时负责。陈院长说了，半年后凭技术竞聘上岗，我也有机会，我得赶紧去训练了。唉，咱们妇科什么时候也能这样就好了。听说陈院长想请省中医的燕桃任主任来。哼，徐燕，看来我这小庙是容不下你这尊大佛了，这么想走？啊，主任，我没那个意思，我们就闲聊。哼，我也是开玩笑的。哼，好好吃你的饭。主任，22床李云情况不好，早晨心率180，胎动异常，意识都有些模糊了。主任，不好了，22床晕倒了。孙主任，我老婆住院1周，怎么越治越重啊？刚才突然就晕了。家属冷静，可能是疾病发展，先做床旁彩超。先兆流产，快保胎治疗。孙主任，求求你，一定要保住大人孩子呀！哎呀，疾病变化谁说的准？我们会尽全力，但不能保证啊。热毒激上，积于胎中，含有人参、黄芪这类大补大热的药，火上浇油，这是严重的医疗过失。陈洛，你血口喷人！徐燕，谁叫你乱叫会诊的？主任，谁给你的权利在医院打我的员工？还有，谁给你的胆子？一个西医乱开中药，草菅人命。孙金兰3个问题：一、不懂中医，乱开中成药；2、欺骗患者，隐瞒病情；3、
把完成药品销售指标当主业，这是严重的医疗腐败和失职。陈院长，话不能这么说。孙主任经验丰富，可能只是用药偏差，内部处理就好，何必闹大？就是又没有造成严重后果。陈洛，你说我夫人医疗过失，证据呢？赵主任在这儿，你敢对质吗？何局长、陈院长，22床孕妇现在极其危险，您开的方子里还有黄连、黄柏大寒之物，必须马上停药干预。这脉象华丽平和，尺脉有力，这怎么可能？老公，我饿了。饿了？他说饿了。陈院长，神医呀！陈院长，我放言了，用破解之法通其瘀滞，赵某心服口服。继续观察，孙金兰同志，暂停一切职务，接受调查。陈露啊，干得漂亮！孙金兰的问题，省里很重视，这为全省医疗行风整顿开了个好头。省委经过研究，决定由你陈露来牵头负责，把你的思路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来实践，怎么样？有没有信心啊？聂省长，请您和省委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不负重托。这脉象，陈院长，我可能错怪你了。这并非是用药不当导致，这分明是之前治疗埋下的祸根，是治疗过失啊！赵所长现在明白了，孕妇入院时不过是过食辛辣椒姜，热毒积郁于胎中，导致胎动不安，症结在于热与毒。但孙金兰主任不识此症，反其道而行，滥用大量补益温阳的安胎药，这无异于火上浇油。热毒遇补，郁结更甚，上攻心包则神昏，下扰包宫则出血，这才导致孕妇先兆状危在旦夕。是了，补药闭门不寇，热毒无路可出，才会酿此大祸。是我学艺不精，妄下断语，惭愧，实在惭愧啊！徐医生，立即再下一个处方，红花籽3克，百草霜3克，现在就煎，给患者用上。陈院长，就这2味药？对，就这2味，快去。陈院长，请恕我愚钝，这百草霜止血，红花籽活血，药性相左，同用3克。这其中的君臣佐使配伍精妙，我实在参不透啊。赵所长对药性熟悉是好事，但用药如用兵，贵在因势导力。我送你8个字：各行其道，各司其职，这才是中药配伍的化境。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陈院长高才，赵某心服口服。我赵守勤忝为铜川中医药大学研究所所长，今日恳请陈院长收我为徒，允我追随左右，学习这等精妙医理。赵所长言重了，切磋医术，共同进步即可。拜师之事暂且不提，眼下先救患者要紧。陈洛，你恶意诬陷，还敢召开会议处分我？你以为医院是你家开的吗？啊！今天医调委的专家也在，我的律师也在，你必须给我个说法。还有你打我的事，没完！陈副院长，你对我的当事人进行人身攻击和污蔑，我们已经准备材料，将对你提起诉讼。孙主任，关于你的处分，是医院基于事实做出的决定。至于诉讼，您请便。但我要提醒你，现在讨论的是一条人命。好了，都是同事，有话好说。赵主任是医调委的专家，也是医师协会的副会长，不如我们听听专家的意见。赵主
主任，你是最权威的，你来评评理，到底是谁存在医疗过失？是不是他陈洛胡乱用药？经过详细调查与论证，我代表医调委宣布本次医疗纠纷的初步意见：患者李云病情加重，主要责任方为孙金兰主任，其在未完全掌握患者病因的情况下，违规滥用补益类药物，存在严重医疗过失，建议暂停其中医药处方权，等待进一步处理。我不服！郑守琴，你之前不是说他用药如砒霜吗？怎么突然改口？我要申请仲裁，我要请其他专家。孙主任，我之前是受表象误导，但事实胜于雄辩。陈院长的药方看似俊猛，实则给邪气以出路，是救命良方。而你的治疗方案才是真正的闭门留寇。仲裁，我就是相关仲裁的主审。我的结论就是基于职业道德和事实依据。庞先生，你有知情权，你爱人的病根源在于热毒积郁，孙主任误用温补，加剧病情，险些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这一点证据确凿。赵主任，谢谢你们主持公道，我不要赔偿，我就要一个说法，我不能让我老婆孩子白受这个罪。庞大哥，您放心，公道自在人心。庞先生，我们可以商量一个补偿方案。何院长，我不是要钱，我是要理。今天要不是陈院长，我老婆可能就没了。我相信陈院长，我只信你。何院长、何主任，你们都看到了，患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孙金兰的问题必须严肃处理，给患者也给全院职工一个交代。假的，都是假的！陈洛，你不得好死！金兰，别闹了，还嫌不够丢人吗？丢人？我还有什么脸面？我跟你拼了，陈洛！孙主任，你滚开！你这个小贱人，吃里扒外的东西！孙主任，你……孙金兰，你敢再动我的人一下试试？陈洛，住手！你怎么能打人？无法无天了！何院长，他孙金兰打人的时候，你怎么不站出来说无法无天？他差点害死患者的时候，你怎么不站出来说无法无天？你强词夺理，处分已经下了，你还想怎么样？我想让所有人知道，锦川市人民医院不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医生的白大褂不是某些人谋私利、逞淫威的保护色。这个陈洛越来越过分了，当众打人，还把不把我这个院长放在眼里？老何，消消气，他现在风头正盛，又有赵守勤那个老家伙撑腰，硬碰硬不是办法。孙金兰这次怕是保不住了，保不住，他保不住，下一个就是你和我。陈洛这是要清算我们这些老人。何院长、方书记，找我有事。陈洛，孙金兰的事到此为止。你打人的事影响极其恶劣，你必须写一份深刻检查。可以，等我看到对孙金兰最终也是最公平的处理结果之后，我会考虑写一份关于医院如何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杜绝类似恶性事件再次发生的建议报告。但让我向孙金兰道歉，绝无可能。陈洛，陈院长，血压、心率都稳定了，太神奇了！热毒已去大半，再服几剂清余热安胎元的药静养即可。陈院长，您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庞大哥，使不得，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分，要谢就谢徐医生吧，他是第一时间发现了问题，顶住了压力。陈院长，我没做什么。你做得很好，坚守了一个医生最基本的良知，以后妇科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医生。陈院长您好，袁省长让我通知您，明天上午在省人民医院有一个重要的专家会诊，希望您能参加，提供中医思路。好的，请转告袁省长，我一定准时到。黄老的病情很明确，急性动脉栓塞，位置凶险，但黄老年事已高，伴有严重的心房颤动和心功能不全，开胸取栓手术，麻醉这一关就极有可能过不去，死亡率超过50%。
可不手术，下肢缺血坏死是迟早的事，同样危及生命。难道就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了吗？也许可以尝试一种微创介入取栓的方案。陈院长，我知道您中医厉害，目前国内外都没有成熟的微创取栓技术。黄老这么复杂的情况，陈院长，您还是搞好你的中医正骨吧。这动刀子的事儿，可不是扎扎针就能解决的。裴主任、杨医生，我说的微创并非信口开河，我设计了一种特殊的取栓导管，可以通过小切口进入血管，利用物理方法破碎并取出栓子，窗口小，时间短，对心肺功能影响也降至最低。设计思路确实新颖，陈院长，这还停留在图纸阶段吗？没有经过临床验证，用在黄老身上，风险谁来承担？风险当然存在，但比开胸手术的高风险，这个方案的成功率我认为更高。我愿意为我的方案负责。陈露，你有几成把握？7成以上，而且手术过程中我可以辅以针灸，稳定黄老的心率和血压。我刚下飞机就赶过来了，黄老的情况怎么样？哎，这是谁的设计？姚院士，这是锦川市人民医院陈露副院长提出的一个设想。妙啊！化繁为简，直指病灶，这是革命性的创新。陈露用中医方法解决了不少疑难杂症的陈露。姚院士，您好，我是陈露。好小子，后生可畏。这个设计我看行，如果成功，意义重大。裴主任，我看可以试一试，由陈院长主导，你从旁协助，怎么样？陈院，你要的导管按照最新图纸做的，无菌封装，绝对符合标准。好，裴主任，器械准备好了。陈院长，你确定这能行？裴主任，请相信科学，也请相信经验。开始吧。定位精准，操作流畅，这哪里像是第一次做这种手术，简直像演练过千百遍，真是天才。怎么可能？他怎么会这么熟练？成功了，真的成功了！立即准备材料，这个术式，这个器械，我要亲自推荐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陈露呢？快带我去见他！等等，手术时间是不是搞错了？陈院长，手术时间比常规方案缩短了55%以上，这意味着患者肢体缺血缺氧时间大幅减少，术后恢复会更快，这太不可思议了。缩短手术时间，提高安全性，改良术式，这简直就是巨大的个体宝库呀！裴主任，手术成功了吗？我感觉好像没多久。刘老，您放心，手术非常成功，而且比预想的还要顺利。好啊，我说我是福星嘛，这台手术很有价值，你们要好好研究。刘老，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的。小陈院长，一会儿等姚院士来了，你来我病房一趟，我对今天这个手术很感兴趣。好的，刘老，我一定准时到。陈院长，咱们开门见山，这是我院的2级外聘教授合约，年薪30万，配备独立实验室和临床基地使用权，并且在职称评定、协会推荐上，医院会全力支持。严院长，感谢您的厚爱，但锦川市人民医院的中医病区刚刚起步，很多事需要我做，现在离开不合适。这样，外聘教授的合约，请你务必签下。不坐班，只需定期来指导
合作课题。我这辈子就希望能把省人民医院建成老百姓真正信赖的医院，为铜川省培养出最年轻、最顶级的院士。尹院长，这个理由我无法拒绝。我知道了，我会参加。院长会议，正好我带你一起去。今天会议主题科研，我先点名批评几家医院。景川市人民医院何源呢？又请假，多能解决问题吗？明天我会让聂主任带队去你们医院专项检查，要是负责科研的人不行，那就换人。但是景川人医的中医病区成立不到4个月，科研积分已经超过了某些医院1年的量。陈露副院长来了吗？吕主任，我在。好，年轻人有干劲儿，大家要向陈露同志学习。年底前各医院必须把科研抓起来。另外，11月中旬有全国优秀病例竞赛，各医院积极准备。散会。小陈，不错，继续保持。你嫂子还念叨你呢，说你开的方子真管用，我这白头发都少了。吕主任过奖了，您按时服药，效果会更好。何源，你故意来看我笑话的吧？这次会议，老子被吕夏平当众批评的狗血淋头，你们医院倒好，出了大风头了。老杨，咱们多少年交情，我怎么会看你笑话？会议到底什么情况？陈露他没被批评？批评他，表扬还来不及呢，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扬你们中医病区科研搞得好，白白让陈露出了风头。陈露，又是你，还有方鸿杰那个废物，一点用都没有。喂，是我，孙公子那边有什么新动静吗？陈露那个导管课题，绝不能让他那么顺利。黄处长，你看这份申请写的什么玩意儿？格式不规范，论证过程模糊，参考文献陈旧，这种水平的课题也敢递到我们科技厅来？孙处说的是，这个陈露就是仗着有点名气，胡搞瞎搞，我这就打回去，让他们重新写。按规矩办事就好，我们要对国家的科研经费负责嘛。对了，汇景生物的王总是不是对这个专利挺感兴趣的？是的，孙处，王经理经理找过我，希望我们能施加点压力。告诉他耐心点，在铜川省，我想卡住的东西还没那么容易过关。退回来了，这次说我们理论依据不足，缺乏国际视野，放屁，分明是故意刁难。这已经是第3次被退回来了，每次提的意见都模棱两可。孙超，这明显是公报私仇。既然省里的路走不通，那我们就不走了。把材料准备好，我们直接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自然？那可是全国竞争，难度更大呀。陈院长，听说您的课题不太顺利，跟我们汇景合作，专利费3000万，或许给您5%的干股。王总，我的东西，我想自己做。哟，这不是陈院长吗？我劝你死心吧，这场子我们汇景志在必得。陈先生，这家厂起拍价1亿，但需要承担300多名员工的安置。听见没？员工安置。王总，你的话说完了吗？说完了，请让开。聂主任，关于锦川医疗器械厂，小陈，不是我不帮你，孙明书记明确否定了定向转让的提议。明天招商晚宴后就是拍卖会。谢谢聂主任。各位，明天的拍卖，我们汇景对医疗器械厂是志在必得。陈露，你也来了。听说您最近遇到些麻烦。范总、沈总，一点小麻烦，我碍事。有事需要帮忙，一定要开口。陈露小友，别来无恙。你父亲的手艺可是在巴黎大放异彩呀。起拍价1亿元，每次加价不低于500万，请出价。2亿5千万。2亿5千万一次，2亿5千万2次，3亿5千万。拍卖师，我要去验资。
我怀疑他恶意竞拍，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这位先生，按照规则确实可以验资。我可以为陈露先生的资信提供担保。经核实，008号竞买人资信良好，出价有效。4亿，4亿1千万，4亿5千万，4亿6千万，5亿。恭喜王总，已经解开医疗事件。家人，院长的运气。10亿，办手续。我拿出我名下30%股份里的10%，范侄女和沈侄女一人一半，如何？我看好的是你的医术和人心，这公司在你手里才能发挥最大价值。陈露占股51%，有绝对控股权。别再推了，走，庆祝一下。陈露，你是不是从来没把我当自己人？你遇到这么多麻烦，课题被卡，公司被抢，为什么从来不告诉我？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不是的，梅琪，我只是不想给你添麻烦。麻烦？你的事对我来说从来不是麻烦，我希望能帮到你。对不起，以后有事我会和你商量。真的，说话算话。拉钩。贾院长，你看看陈露那个导管课题，被铜川省科技厅理论依据不足的理由给毙了。胡闹，真是胡闹！这种课题都敢卡，地方保护主义也太猖獗了！我明天就带队去铜川省。光靠你不够，我得去找李卫斌。李部，你看看这个课题，再看看铜川科技厅的审核意见，这是渎职。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个说法，我这院士不当也罢。我们有些同志好高骛远，申报的课题屡次被退，严重影响医院的科研评分。陈露，你今天必须为你侮辱性言论公开道歉。廖副厅长、孙处长，我说的是事实，请你们当面解释一下，这些课题到底哪里不合适？混账东西，小人得志！他陈露真以为用孙超就能拿捏住我？痴心妄想！领导，您消消气，让我亲自去给他低头道歉，荒谬，简直是奇耻大辱！领导，是夫人的电话。喂，又怎么了？我儿子被科技部带走了，你必须保住他。科技部直接调查，我怎么插手？去找陈露，让他网开一面。我给他道歉，他算个什么东西？顾市长，明人不说暗话，帮我跟陈露沟通，让孙超的事儿到此为止。条件你开。孙书记，科技部直接调查，陈露说了不算，我在他那儿也没那么大面子。你上次提的那个高新区发展规划草案，我全力支持，立即上会通过。抱歉，孙书记，原则问题我爱莫能助。好，很好，顾海生，咱们走着瞧。陈露同志，我们是市纪委的，接到实名举报，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说明一下你的资金问题。证件我看不清，你们是谁派来的？少废话，跟我们走。不是要调查吗？走吧，我的车在前面。陈露，老实交代你所有的聚合收入来源，别想蒙混过关。合法收入，依法纳税。具体数字记不清，你们可以去税务局查。要不我先睡会儿，你们也累了。孙明恩，立即放人！陈露院长关乎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进度，你这是在破坏国家战略。袁省长，我们是按规定调查，程序合法，人已经准备放了。按规定，
我看你是公报私仇，滥用职权。这件事我会直接向科技厅、卫健委汇报。你们竟然敢虐待国家重要的科研骨干，谁给你们的胆子？姚院士，他们让我交代清楚每一笔流水，不交代完不敢走。我要证明我是清白的。我什么时候不让你走了？既然假戏真做，那就彻底点。何源，从前狠狠整顿，把陈露的影响彻底清除。哼，陈露这次进去不死也得脱层皮，趁这个机会把他那套规矩全改过来。西医病区必须把业务量抓上去。明白，我已经让各科室加大检查力度，那些便宜的中药汤剂能停就停，骨科的手术指征放宽，耗材使用量必须上来。侯书记，各位领导，郝老这病很棘手，这情况太反常了，必须尽快找到病因，否则……省内的专家都请遍了吗？都请了，除非请陈陆院长来看看。那还等什么？快请啊！陈院长他还在纪委招待所，孙书记不放人，他来不了。孙明恩同志，我不管你和陈露之间有什么矛盾，现在立刻马上去把陈露请来，这是命令。现在老师生命垂危，你还要顾及你的私人恩怨吗？孙书记，您可来了。这位陈院长，他太难伺候了。哟，孙书记，石墨风把您吹到这小地方来了，快请进。求人就要有个求人的样子，否则免谈。陈露，郝老书记病危，你还有心情在这里摆谱？赶紧去医院！你欺人太甚！门在那边，不送。陈露，我给你跪下道歉。记住，这一跪是为你自己的丑恶行径，别拿郝老师当挡箭牌。起来吧，带路。陈院长，快，全靠你了。陈院长，这是老九针，披针为主，放血排毒。郝老这是罕见的筋骨疼痛杀，风湿热毒壅滞血脉，非此法不能速效。肺中穴放血，这是古法呀，立竿见影，太神奇了！太好了，陈院长真是神医啊！哇，陈院长这次真是大家风范。打电话，再给没来的科室主任打，10分钟内不到场的，本月科室奖金全部扣发。何源，凭什么扣大家奖金？我们辛苦了1个月，你说扣就扣，你有没有点人性？你还问我？身为科主任，例会都不参加，你心里还有没有医院？还有你们一个个的成何体统？坐下，都给我坐下！开个会，鼓什么掌？什么样子？何院长，好大的官威啊！方书记，你刚才不是要批判我吗？继续，我听着。好，你们不说了，那该我了。我不在的这几天，医院被搞得乌烟瘴气，业务量至上，乱开检查，克扣职工待遇。我们来了有一会儿了，刚才的话我们都听到了。何源同志，方鸿杰同志，你们太让人失望了。经查，何源在陈露同志接受调查期间，滥用职权，破坏医疗秩序，克扣职工待遇，引发严重不满。现决定给予何源
记过处分，暂停其院长职务，给予方红党内警告，记过处分。锦州市人民医院院长一职暂由陈露同志代理，行政级别提为副厅级。今天起，医院的核心只有12个字：救死扶伤，健康科研，发展创新。我不希望医院是因为某个人而存在。以前那套论资排辈、拉帮结派的风气，必须彻底杜绝。听明白没有？明白，明白。爸爸回来了，干爸，快洗手吃饭。美琪天天过来帮忙带孩子，范范都快成咱家闺女了。辛苦你了。正好给你汇报下金轮集团的进展。陈露，你有事为什么不告诉我？是不是从来没把我当自己人？课题被卡，公司被卡，你总是自己扛着。我希望能帮到你，而不是每次都是从别人嘴里听说你的难处。不是，以后有事我会和你商量。拉钩。陈院长，您现在身份不一样了，需要一个得力的院长助理，心里有人选吗？倒是有一个人选，保健局治疗科的王海荣主任，人稳重，消息灵通，行政能力也强。王主任，你最近忙不忙？我这儿缺个院长助理，未来医院升级还缺个副院长。这个王主任靠谱吗？老保健局的人，能力没问题。师资缺口很大，光靠我们不够。可以联系省中医药大学，他们师资力量强。陈院长声名赫赫，还缺老师啊。合作可以，2个条件：一，把燕涛然主任还给我们副院；2，培训必须在我们学校办。庞校长，是我自己愿意去锦川人医的。这是我的底线，不答应，请便。庞校长的格局，我见识了。凤凰择良木而栖，强留没意思。告辞。陈露，年轻人别太狂，我不开口，你看省内谁敢去给你讲课？庞校长，记住你今天的话。侯书记，我让人欺负了，来搬救兵。谁还敢欺负你？今晚就把保健局专家治疗组中医组成立的消息公布吧，组长是我。好，都听你的。是不是觉得我们算计你了？把中医药大学的盘子抢过来给我，不怕我接不住？你怕吗？不怕，那不就是了。这是好事，同中中医药大学也给你留着呢。我就知道，别让我等太久。陈院长，这条件万一招不满人，太丢脸了。放心，你会忙坏的。笑话，招48个导师，他陈露以为他是谁？一个人也招不到。够了，陈露是在为中医谋发展，你们就知道窝里斗。快看卫健委官网，保健局中医专家治疗组正式成立，陈露是组长，有1票否决权。陈露在公告里说了，只要48人，来晚了可就真没机会。庞校长，我们参加锦川市人民医院的新学中培训是个人学术自由，你凭什么擅自以学校名义拒绝合作？你这是滥用职权。吵什么？成何体统？老庞，这到底怎么回事？徐教授他们反映的是不是事实？任书记，我这也是为了学校声誉考虑。陈露那边搞的培训师资内容都不规范，我是怕老师们去了学不到真东西，反而坏了我们学校的名声啊！哼，庞校长，陈院长的医术水平，省领导甚至北京来的院士都认可，怎么到你这儿就不规范了？我看是你心里有鬼。行了，
徐教授，你们放心去参加培训，学校这边我会出具正式证明，支持各位的学术交流。彭校长，你立刻向陈露院长道歉，消除影响。明天党委会上，你必须就此事做出深刻检讨。这都等半天了，吕主任是不是故意躲着我们？肯定是。现在陈露得势，他们卫健委也捧着他，根本不把我们医师协会放在眼里。张秘书，刘部，请问吕主任下班了吗？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汇报。冯会长，领导的行踪我哪敢打听？你们改天预约再来吧。狗眼看人低，一个小小的秘书也敢甩脸色？老冯，消消气儿。咱们这协会说到底就是个民间组织，人家卫健委是官府衙门。哎呀，吕主任、侯书记，可算见到您了。冯会长，你们这是？吕主任、侯书记，我们代表中医医师协会，强烈要求参与保健局中医专家组的评审工作。陈露太年轻，资质浅，根本不了解我们省中医的实际情况，难以服众啊！呵呵，冯玉华，你这算盘打的，我在省委都听见了。我告诉你们，选陈露就是因为我们受够了你们协会的不作为和窝里斗。陈露是用实实在在的疗效征服了老干团队，赢得了信任。这个答案你们满意了吗？都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别整天想着争权夺利。完了，这下把侯书记彻底得罪了，今年的优秀协会评选肯定黄了。喂，你好，我是陈露。陈院长，我是庞全武啊。之前沟通上有些误会，我向您道个歉，希望不要影响我们两家单位的合作嘛。院长是庞校长。跳梁小丑不必理会。王主任，培训师资还是紧张，你先想办法，再挖些靠谱的中医人才过来。我们医院要升格，人才是根本。院长，您也休息休息，别太累了。我马上整理一份名单去接触。钟总，你们车间的乙炔气体含量不达标，氯乙烯工序的排污数据超标严重，必须立即停产整改，1周内达不到标准，无限期停工。领导，通融一下吧，我们一直是按国标生产的。国标已经更新了，现在是新标准，达不到就别想开工。黄工，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执行的，怎么突然就不合格了？陈院长，你是医生，不懂工业，不满意啊？可以向上面申诉。小陈，是孙明恩搞的鬼，省里要搞环保试点，他拿你开刀。我的时代新能源也被查了，这次我没办法直接干预。院长，不好了，上级通知，输液器要纳入集采招标，可能不再指定用我们的产品了。陈董，省里取消了对我们的政策性支持，输液器业务可能要受毁灭性打击。孙明恩，你就这点手段，想用行政力掐死我？你太小看我的技术储备了。庄总，立即停止所有 PVC 生产线，全部转产超密度 TPE 输液器。陈董 ，TPE 成本太高，我们目前的技术和市场。成本和技术问题我来解决，你负责执行。另外，把集团排污项目组独立出来，成立一家专业的环保技术和咨询服务公司。是，陈董，我马上去办。你说我排污不合格，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环保技术。盯着点那边，配合好调查组。李老师、廖老师，这次培训能请到您2位坐镇，是我们的荣幸。陈院长客气了，能参与推动西医学中是好事儿。
报名情况听说非常火爆啊。陈院长，报名人数远超预期，西医院的报名人数反而比中医院多，这是好现象。不过，中医医师协会刚刚宣布，同期举办铜川省民中医学术研讨会，时间和我们的开班仪式完全撞车。跳梁小丑不必理会，我们按计划进行，做好自己的事。他陈露算个什么东西？搞什么公开授课，误人子弟！我们必须拿出态度。这是个机会，我们同一时间也搞个研讨会，就在中医药大学大会堂，让所有人都看看谁才是铜川中医的正统。好，就这么办。我马上联系我姐夫庞全武，让他把学校最大的会场给我们用。顾市长，场子停了，贷款催，订单违约，我们真的扛不住了。大家别急，我顾海生向大家保证，就算我这乌纱帽不要了，也一定给你们讨个说法。董书记，环保标准一刀切，下面企业活不下去了，明天工人都要来省委静坐了。顾海生，你这是在威胁省委吗？聚众闹事是违法的。够了，吵什么？环保是国策，但具体执行在意，你们都出去。闹得越大越好，看你顾海生怎么收场。陈老弟，快进来，给你介绍个冤大头，时代新能源的陈兴国董事长。本家久仰。废话不多说，我带来一份合同，技术入股，时代新能源给你8%干股。8%？老陈，你大手笔啊！陈院长值这个价，我相信你的技术能解决我们的排污难题。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庄总，你们的设备造假，排污数据绝对不可能达标，必须立即停产。你血口喷人！刘秘书，好大的官威啊！陈露，擅离职守，我代表调查组，请你配合。狗仗人势，你家主子见了我都得下跪。来人，把他们的检测设备给我扣下，我要亲自验证真伪。陈露，这是对抗调查。我是防止有人伪造证据。报警，请生态环境厅的专家过来，在查明真相前，谁都不准离开。董书记，不好了！京伦集团和我们的调查组发生冲突，调查组的人被扣了。现在开发区很多企业都聚集在京伦集团讨说法。什么？陈露他想干什么？无法无天！董书记，恐怕事出有因，我建议先了解清楚情况，避免激化矛盾。无论什么原因，扣押调查组都是严重违法，必须严肃处理。院长，过几天就开班了，您真不准备下课间？准备什么？干货都在脑子里。比起上课不被骂，打赢这局游戏更难。哎，王主任，你会打王者吗？帮我打几盘，不许输啊！院长这心也太大了吧！经复核，京伦集团车间空气、废水排放全部符合最新国家标准，甚至远优于标准。庄总，你们这排污技术太厉害了，简直是奇迹啊！我们时代新能源急需这样的技术，合作必须合作。马总，合作可以谈，我们陈董的意思，技术。刘秘书，你的设备好像有点问题啊！私自篡改检测数据，诬告合法企业，该当何罪？陈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董书记，您来得正，我也很想问问，某些人利用环保试点打击异己，诬陷合法企业，破坏营商环境，这又该当何罪？乱弹琴，这才几天就搞出这么大的群体性事件，我这个专项调查组组长的脸往哪儿放？何秘书，你详细说，到底怎么回事？董书记、聂省长、孙书记，
刚接到紧急报告，开发区经纶集团门口聚集了大量工人，原因是我们调查组的刘渊干事涉嫌数据造假，被企业方当场扣留了设备，工人们正在讨要说法。董书记息怒，是工人聚集还是企业扣人？性质可不一样。是工人们因为不满调查组可能存在舞弊行为而聚集，企业方扣下了有问题的检测设备，事态有升级的风险。好啊，调查违规，激起民变。聂省长，今天的试点讨论会开不成了，我必须亲自去现场。陈露这小子，这把火点的正是时候。董承浩，看你这次如何收场。朋友们，静一静，我是省委书记，省委一定彻查到底，绝不姑息，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董书记，我们冤枉啊！我们一直是合法经营。庄总，你起来，错的不是你们，是那些滥用职权、欺压企业的人。孙书记，这个刘渊是你的秘书吧？是我用人失察，御下不严，我接受组织的任何审查和处理。孙书记，我们汇景生物这都停产1周了，订单违约，客户催货，再这样下去，能不能先让我们复工啊？老唐，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全国环保试点，董书记和聂省长亲自盯着，你再坚持坚持。哎，这孙书记实在是等不起了呀！王定文这个开发区那么多企业，1周就整改完了，他的汇景生物一点进展都没有。唉，国内这些期刊固步自封，这些数据明明清晰地揭示了 PVC 输液器的潜在危险，却因为触碰了某些利益就被拒之门外。既然国内的路走不通，那就让世界来看看吧。没想到顾市长负责的西城区财务升级这么顺利。是啊，其他县阻力大。明恩啊，你知道你这次输在哪儿了吗？是我御下不严，不只是刘渊，是陈露，你我们都低估了那个陈露，他背后站着聂国平。聂国平，他怎么会？好自为之吧，有些线不要越界。扎克总编，您看这篇中国投稿 ，PVC 输液器生物相容性研究，统计方法和循证医学应用太精彩了，天才般的构思，严谨的数据，立刻安排通信评议。不，我亲自来跟。陈教授啊，我是刘烨岛总编扎克多兰，你的论文令人惊叹，我们决定作为本月封面文章重磅推出。后天下午能否安排一个简短的线上访谈？访谈需要付费吗？当然不，我们是付费给您高潮。那么后天下午期待与您交流。有点意思，看来世界的眼睛毕竟是雪亮的。院长，不好了！上面真的要空降一个院长过来。空降院长？什么意思？说清楚。刚接到吕夏平主任的电话，说是省里的决定，要派一个人来接任院长。理由呢？吕主任说，经纶集团的那次事情让董书记很被动。新来的院长据说是中华医学会会刊的主编。中华医学会会刊的主编？有意思，拒了我的稿子，反过来抢我的位置。董承浩这手棋下得够绝啊！吕主任，我是陈露，我想问问这个空降院长是怎么回事？小陈啊，这事儿我也很无奈，是董书记亲自点的假，说是为了加强医院的管理，算是平级调动。董书记对你意见不小啊，所以就找个拒过我稿子的人来压我。你如果觉得压力太大，我可以想办法。不必了，吕主任，谢谢您。董叔叔，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不辜负您的信任，帮助医院完成升级，规范管理。时光啊，好好干。不过医院原来的院长何源这个人能量不小。我明白了，董叔叔，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丁局长，明天你陪志光去上任，顺便把最近网上关于陈露的那些舆论风波也提一提。董叔叔，丁局长，我手里正好有份关于陈露的材料，
他之前投给我们刊物的那篇论文被我拒稿了，如果事实披露出去，恐怕对他很不利。好，很好，你尽管放手去做，我给你兜着。觉得好笑吗？可以笑，没关系。我这身打扮是不是有点不伦不类？就像现在很多人理解中的中西医结合，形式大于内容。中医不是玄学，它是一门实打实的医学科学。那些故意把中医复杂化、神秘化的人，非蠢即坏。长老，对于近期中医教学引发的争议，您怎么看？中医博大精深，需要谦逊传承，绝不是某些人为了博眼球就可以胡言乱语、误人子弟的。吕主任，看看网上都闹成什么样子了，公然质疑国医大师，严重影响我们卫生系统的形象。董书记，据我了解，是赵传元先通过媒体贬低程璐，程璐并未公开回应。我们应该保护自己人。我反对，学术问题，真理越辩越明，很多专家都不认可。我们应该尊重学术讨论。我同意吕主任的意见，保护干部是首要，至于学术争论，交给学术圈自己去解决。陈副院长，这位就是省委任命的锦川市人民医院新任院长全志光同志。陈副院长久仰大名，以后一起工作，还请多指教。全院长欢迎，指教不敢当，做好分内事就行。全院长、陈副院长，咱们去会议室开个简单的见面会吧。全院长的到来，体现了省委对医院工作的高度重视。希望大家在全院长的带领下，团结一心，再创辉煌。下面请全院长讲话。同志们，我初来乍到，但对医院的发展充满信心。近期医院因为某些同志的言论被推上舆论风口浪尖，影响很坏。我们要全院长，学术争论各抒己见，没必要上纲上线。医院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顺利完成等级评审和西学中培训，确保医疗安全和质量，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好了，工作上的事慢慢沟通，见面会就到这儿吧。院长，这个全志光看来是来者不善啊。跳梁小丑而已，他以为拿个主编头衔和省委的任命就能压住我？别忘了，医院是靠医术和病人说话的，他懂怎么管理医院吗？懂怎么治病救人吗？可是他要是利用行政权力给您使绊子，让他使，正好趁这个机会，看看院里哪些人是真心做事，哪些是趋炎附势。你帮我做件事。高，实在是高，我这就去办。丁局，您看到了，这医院简直是铁板一块。志光，别急，欲速则不达，要慢慢来。对了，你之前说的那个材料，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把陈露的那篇被拒稿的论文核心观点披露出去。然而接下来几天，全志光发现自己的命令在医院寸步难行。患者病情严重，需要找陈露会诊。考虑急性坏死性胰腺炎合并多器官功能障碍，立即按照这个方案进行血液净化、抗感染、营养支持。等等，陈副院长，你这个方案是不是太激进了？患者年龄大，能耐受吗？全院长，这里是 ICU， 病人等不起你看情况。我的方案是基于最新诊疗指南和患者的具体情况。我也是为病人好，按我的方案执行，有任何问题我负责。董叔叔，我这个院长就是个空架子。好了，你自己想办法。要是连个陈露都收拾不了，以后也别指望我再帮你什么了。王书记，新任的全志光院长到了，我今天就是陪同组织部和卫健委的同志送全院长来任职的。丁局长，您太客气了，还亲自跑一趟，欢迎欢迎。
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全院长的到来。陈露副院长，大家都不鼓掌，是对组织部的安排有意见，还是对你这个副院长有意见？开会一直看手机，成何体统？丁局长，我们医院的新院长任命，什么时候轮到省中医药管理局来宣布和主持了？您这手伸的是不是有点长了？民间有句俗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叫做狗拿耗子。陈露，你放肆！注意你的身份和言辞。丁局长，辛苦您和全院长跑这一步。任命通知我们已经收到，两位同志辛苦。陈院长客气了，那我们先回去了，有事随时沟通。陈露，还有件事，你在网上的不当言论引发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给我们铜川省的中医事业抹了黑。我代表省中医药管理局要求你立即发表公开道歉声明，并向因此受到影响的学生和各界道歉，否则我们将严肃处理。丁局长，你说我言论不当，影响恶劣，证据呢？红头文件、专家鉴定报告，你空口白牙一句话就想定我的罪，你算什么？好，你要证据是吧？我这就回去给你开具。散会。全院长，你要不进去我办公室坐坐？匹夫撼树，不自量力。老师，是铜川省中医药管理局的丁红新局长。丁局长，你好。赵老，打扰您了，有个事情想请您帮忙，能否请您联络几位国医大师，联名出具一份证明，指出陈露之前的教授内容存在谬误，我们需要他公开道歉。维护学术正气，义不容辞，这个忙我帮了。我联系医师协会那边。太感谢您了，赵老，还是您深明大义，像陈露这种狂妄之辈，必须受到惩戒。丁局，不好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函，邀请陈露加入今年的教材编审委员会。什么？这怎么可能？关于最近我学生陈露与赵传元先生的争论，我想说几句。中医是治病的科学，不是故弄玄虚的玄学。评价一个医生，最终要看他的临床效果，治好了多少病人。我徒弟陈露年轻有冲劲，敢于打破窠臼，我支持他。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需要这样的新鲜血液。陈，你的那篇关于 PVC 输液器的研究太精彩了，真实世界研究，数据扎实，结论震撼。我们将把它作为本期《柳叶刀》的封面文章发表。扎克多兰先生过奖了，叫我扎克就好。此外，我们计划推出《柳叶刀中国健康专刊》，我希望你能为专刊撰写一篇关于中西医结合的文章，这将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医学的绝佳窗口。这是我的荣幸，我一定尽力完成。陈，你和很多中国学者不一样，你非常自信，我很欣赏，期待你的大作。叔叔，医院里根本没人听我的，陈露把持了一切，我这个院长形同虚设。志光，你要拿出手段来，我让你去试立威的，不是去受气的。你不是有陈露那篇被拒稿的论文吗？找机会放出去，打打他的气焰。明白了，董叔叔，我这就去办。院长，全志光这几天小动作不断，还在打听你那篇被国内期刊拒稿的论文。跳梁小丑，让他跳。对了，帮我约一下聂省长，关于医院发展和后续学术会议的事，我需要向他汇报。
好的，马上举办。山雨欲来风满楼，正好借此机会把陈科基地一并扫清。陈副院长人呢？上班时间怎么不在岗位？陈院长忙得很，我们愿意等，关你什么事？上班时间擅离职守，把陈露给我叫过来。全院长，陈院长有重要的学术会议，是经过报备的，请您不要影响患者就诊秩序。秋儿，你谁呀？我们等陈院长，心甘情愿。我看你是存心找茬。你们好，很好。丁局长，我忍不了了，陈露太嚣张了，他那篇诋毁我省医疗产业的论文捅给媒体。时机差不多了，要匿名操作，别留把柄。主任，不好了，有媒体开始炒作陈院长的论文，说数据不实，抹黑国内医疗产业。知道了，继续监控。聂省长、吕主任，你们都看到了，陈露的这篇问题论文已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我建议立即对陈露进行停职审查。董书记，单凭几篇捕风捉影的媒体报道，应该先请权威专家对论文本身进行评议。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很荣幸地向大家推荐一篇杰出的研究，它即将发表在《柳叶刀》的本期封面。这就是来自中国的陈露医生关于输液器安全的真实世界研究。让我们有请陈露医生。董书记，大事不好，陈露的论文真的上了《柳叶刀》封面，国际权威认可了。什么？董书记，关于陈露医生论文引发的争议，您有何看法？我们坚持认为，任何学术讨论都应基于事实和严谨的数据。董承浩，立刻停止你的新闻发布会！陈露是我们国家重点保护的专家，你敢动他，后果自负。老公辛苦了，喝点汤吧。多亏你帮领导做事，儿子提拔的事有眉目了。这些数据明明没有问题，我为了儿子却要……我要自首，我受了董承浩书记的指示，篡改了数据分析结论。小陈，两件事：第一，龚万丽自首了，董承浩已被立案审查；第二，TPE 输液器的比例会大幅提升，做好准备。谢谢聂省长。乌云总要散了，下一个目标就轮到孙明恩了。同志们，鉴于陈露同志目前处于风口浪尖，为了避免给医院工作带来不必要的干扰，经上级同意，他目前负责的工作暂时由大家分摊一下。我们要确保医院的稳定运行。又来了，这个蠢货真以为能把陈露挤走？别再把我也拖下水了。书记，外面来了好多记者，说要采访您关于龚万丽指控和干预学术公正的事情。拦住他们，统统给我拦住！完了，全完了！凭什么？凭什么他陈露一次次爬上去，而我却像条狗一样？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要不是我家，你能有今天？再看看人家陈露。爸，你别这样！闭嘴！你们都给老子闭嘴！都是废物！这个孽障，又跑哪里鬼混去了？爸，啥事儿啊？我这儿正快活呢。快活个屁！家里都快翻天了，董承浩倒了，你给我安分点。倒了就倒了呗，
我在新加坡好着呢，开了几家店，逍遥自在。真是烂泥扶不上墙，我们孙家迟早毁在你手里。经省委研究决定，撤销全志光同志锦川市人民医院院长职务，由陈露同志正式担任院长。希望医院在陈露同志的带领下再创辉煌。感谢组织的信任，感谢同志们的支持。我深知责任重大，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做好3件事：第一，深化西学中培训，打造中西医结合标杆；第二，推动医院科研创新，争创国家级重点项目；第三，彻底整顿医疗行风，守护患者健康。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让锦川市人民医院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医疗界的一张闪亮明线。院长，这是本周的工作日程和需要签批的文件。陈董，经纶集团这边 TPE 新生产线的调试非常顺利，就等集采招标了。另外，环保技术公司已经接到了好几家大企业的订单。很好，庄总，技术是我们的根本，质量和创新不能放松。王主任，医院这边你多费心，把制度理顺。您放心。现在全院上下干劲十足。陈院长，多亏了您呐！要不是您，我这条老命就交代了。老人家，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好好休息，按时吃药。陈院长，陈院长。因此，基于真实事件研究的数据，我们认为，在基层推广适宜的中西医结合技术，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有效路径之一。我们医院的西学中培训模式，愿意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一个可复制的模板。老聂，你们同川真是挖到宝了，陈露院长前途不可限量。是啊，是块真金。忙完了，看你最近气色好多了。爸爸，我们老师今天又夸你了，说你是大英雄。爸爸不是什么英雄，爸爸只是个医生。这一阶段的风雨总算过去了，医院走上了正轨，学术得到了认可，未来的路更加清晰。孙明恩下一步就该彻底清算你了，中医的振兴之路才刚刚开始。哼，5美元，卡普这是要学习整个中国术语，立刻给我接锦川市人民医院陈露院长的专线。陈院长，我是于经理，卡普的发布会你应该已经看到了。于总消息果然灵通，5美元的 TPE 输液器确实来者不善。这是典型的价格绞杀战，他们准备亏本抢占市场，后期必然大幅提升垄断。于总提醒的是，不过经纶集团的 TPE 项目成本控制或许能给您一个惊喜。立即停止同川集采所有投标准备，组建顶级谈判组。今晚随我飞锦川，与经纶集团谈技术合作。记住，此事绝密，泄密者
直接辞退。这2000万捐赠款将优先用于中西医结合病区设备采购。陈副院长，捐款是给医院的，分配权应该在院委会。全院长有更高明的方案。你这是独裁，会拖垮医院整体发展。既然全院长要民主，现在投票，支持全院长意见的请举手。散会。爸，汇锦生物引进的 BD 生产线，质量绝对碾压国内产品。现阶段首要目标是占领市场，盈利可以放后。听说陈露在搞 TPE 项目。哼，跳梁小丑，等集采结果出来，有他哭的时候。詹姆斯先生对此次竞标有信心吗？我们始终追求卓越品质，当然，价格也会充满诚意。华夏的饮食文化实在原始，动物内脏简直是野蛮人的食物。哎，卡恩教授，这是我们的饮食特色。最可笑的是所谓吃啥补啥，毫无科学依据。2014年纽约食物中毒事件，卡恩教授用神秘病毒解释，可真相是你们实验室泄露。这是诽谤，我要起诉！您刚才抨击的粥品，正是治疗您水土不服的良方。祝您好运。一把老骨头了。陈院长，22床孕妇昏迷。带路。快转省院，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滥用10月安胎灵造成热毒攻心，还想嫁祸省院？孙主任用药是保守了些，但你说医疗事故就是事故。1个月开出100盒安胎康，这就是保守。徐医生，省院说押金要10万。相信陈院长，他正在想办法。谁？小徐呀，你父母还在郊区住板房吧？先结清欠费，后续费用我来筹。陈院长是活菩萨。陈院长，关于李云的病例，先去病房看看患者实际情况。大黄、槟榔、三黄，这些菌猛药材用于孕妇，这简直是谋杀呀！陈露，你开的是毒药！请专家亲自复查脉象。赵老，孙主任毕竟脉象不会说谎，
这是恶性医疗事故。有人剪断了固定钢丝。程院长，孙主任愿意主动辞职。我要他跪在病房道歉。全体中层紧急会议，全体中层紧急会议，全体中层紧急会议。参与过开单提成的，现在自首可检责。告诉孙书记，全路要动医保基金。即日起，设立院长接待日，任何不公可直接找我。小徐，以后副科成长还要你多出力。免费捐赠，哼，这是商业谈判，不是做慈善。30多岁的人，遇事还这么毛躁。坐下。做企业就得有这样的气势，小孙总这是有魄力。要我说，就该硬气点。咱们超新 BD 有技术优势，凭什么要免费？各位叔伯，超新 BD 要上市，必须拿下铜川市场，但经纶集团报价4块9，这分明是恶意竞争。我们拥有22项国际专利，精密度达到微米级别，远超国标。所以能免费捐赠吗？这是商业谈判，不是慈善晚会。总科，下次记得带诚意来谈。威高愿意免费提供全年 PVC 输液器，满足全省医疗需求。于总认真的？唯一条件，铜川市场只能有威高 PVC。卡欧普远在你人之地，建亚太最大生产基地。我要90%的 TPE 覆盖率。朋友之间，不谈条件。经纶 TPE 通过所有耐药性检测，生物相容性达标。报价5块，这不够成本吧？陈院长说可以4块9。他们要玩价格战，我奉陪到底。但4块9的报价，我要让全国用得起放心耗材。经纶获得90%市场份额。这是恶意倾销。现在讨论一点，早干嘛去了？确实会亏本，亏的钱从我分红里扣。
用大黄、槟榔给孕妇退热，你这是谋杀！赌上行医资格，敢验脉吗？热毒已泄，现在是谁在杀人？赵老，我叔叔和你可是老交情。患者脉象做不了假，人发不会，你自求多福。康熙年间就有类似病例，中医早有治好。平谷姬能信服吗？我媳妇被西医治到吐血，是陈院长救回来的。小心！没有孙主任签字，不能用贵重药材。用我年度奖金抵。给我讲讲君臣做事的原理。自己尝。炙甘草比例加重了3钱。无性为证，陈院长用药精准。这不符合解剖学。《黄帝内经》早有，按之则气散。只要改口，300万现金。我要陈露身败名裂。3七粉掺了桔梗，是孙主任逼我做的。我爸被中医治瘫痪了。脑瘤压迫神经，3年前骗子为证。要报警吗？让他亲自体验患者痛苦。我救你，是为了让你接受法律的审判。孙金兰，3年收受回扣400余万。接下来，有请陈院长公布孙金兰的处分结果。即日起，撤销孙金兰所有职务。
写日记？这年代还有人用笔写日记？全春林，你这儿子脑袋里装的是浆糊吗？孩子还小，30多岁还小，这日记要是被纪委查到，你我都得完蛋。董书记，日记第43页写得很清楚，是你亲自安排全志光空降医院担任院长。全志光这是诬陷，我根本不认识他。司法鉴定结果显示，笔记确系全志光所写，需要当面对质吗？陈大院长升官了就不理老同学了？老领导说哪里话？晚上7点，飓风小厨。陈院长，我儿子骨折，在你们医院治好的，才花325块8。师傅，看病要花钱，坐车更要花钱。老哥，身体哪里不舒服？捐过一个肾给儿子，现在总觉得累。明天来医院找我，免费给你看看。你以前最爱吃的，我特意点的。味道没变。还是老样子。当初为什么走？连句再见都没有。两袖清风，怎敢误佳人？你明明还喜欢我，为什么总在逃？我有孩子了，你值得更好的。我顾红堂发誓，这辈子就认准你。陈院长能来，真是蓬荜生辉。听说陈院长要高升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今天只需同窗情，不谈工作。别以为当上院长就了不起。需要重温你胁迫女研究生的事吗？陈院长，求您救救我儿子。准备后事吗？必须马上赔偿，息事宁人。这是重大医疗事故，要彻查。透析机采购，谁签的字？月脑率波动超标3倍，立即联系省药监局。证据确凿，可以收网。我要亲手揭开这个脓疮。陈院长，我信你。今天起，全院医疗器械彻查。中医药大学需要你这把手术刀。给我3个月整顿时间。陈院长，常回来看看。主板被人为改动过。
继续查。等他们再次动手，赞助商名单不能改动。这些企业有劣迹。3号楼暖气坏了，现在取消。学校3年没给科研经费了。明天打款，先拨50万。设备还是10年前的老款。需要什么直接买。人心行涉嫌贪污，按程序办。中医真的科学吗？现在示范。新校长真年轻啊！阿姨，多打点青菜。听说背景很硬。校长，您也熬夜，陪你们一起战斗。靠谱，原提供最新设备，必须技术共享。新型中药提纯成功，立即申请专利。西方医学已无能为力。3天见效。要报警吗？等他们拿到假资料。是否涉及医学伦理？疗效说明一切。这次不会走啦？扎根了。希望引进贵校技术，必须中方控股。成功了，立即投产。3天了，孙明恩，你终究会来求我。荒唐！一个国宝级专家被你们关在这种地方，这暖气片都是冷的。陈院长，郝老师突发脑溢血，省院专家已经下了病危通知。条件没变：第一，你公开承认干预医疗采购；第二，彻查全省器械腐败；第三，恢复被砍的科研经费。院长，监护仪报警3次了，血压掉到60/40。一个乡下郎中敢要挟我！孙书记，郝老要是出事，你这辈子别想进京。他可是给老领导看过病的。之前谁给郝老用过安宫牛黄丸？虚不受补，这针下去，要么醒，要么准备好除颤器。我承认，医疗器械采购中存在违规操作，已接受调查。小子，
这步棋太险了，他背后可是医道尊严，总要有人守护。不可能，脑部淤血完全吸收，这违背医学常识。西医重形，中医重气，淤血化开只是开始。陈露，没有我签字，你看谁能动科研经费？何主任，需要解释下这300万器械回扣吗？威高公司的王总都交代了。散会。徐燕接任纪检组长，立即冻结所有可疑账户。孙明恩七弟控制的8家空壳公司，3年来洗钱2个亿。鱼上钩了，明天亲自送科技部。蛀虫，全国医疗系统还有多少这种蛀虫？这是被劣质透析机害死的23个患儿名单，最小才4岁。药，我抽屉里。200焦耳，清场。他装死，但中枢结块是长期服药征兆。真心梗患者这里应该是免人状态。何院涉嫌受贿300万，即日双开。医护组抢救，其他人继续开会。下一个议题是透析机采购流程改革。黑心医院又害死人，大家看看。报警，这是人为投毒，氯烯生产日期被篡改过。我要见律师，我纳税养着你们。解释下，这箱美金怎么过的海关？每捆钞票里都夹着钻石。军区专机接到配型支援了，但天气原因迫降郑州。申请战时空中通道，患者等不了4小时，就说是我陈露要救人。太冒险了，应该用大分器机器人。吸引器，现在不是拍好莱坞电影的时候。不愧是你，陈医生，太妙了。陈院长，陈院长，我们卖房还手术费，这是房产证。记我账上。另外，给孩子买点营养品，手术后期需要加强营养。陈院长，这套系统全国推广。现在连线这个主任，让他解释为什么妻子账户有器械厂转账。年薪2亿，配庞巴迪4人飞机，我们连瑞士实验室都准备好了。核桃补脑，您更需要。
另外，霉菌超标容易致癌。爸，我考上哈佛医学院了，全奖！记住，医到不分中西，只论人心。等你学成回来，爸给你打下手。陈院长，您这白大褂都包浆了。高血压还是这个？护士长，给他换病号餐。我怎么看不懂呢？陈院长，这是怎么回事？你看这里，血管壁的钙化点像不像麻雀脚印？原来是这样啊！孙书记，解释一下你在医疗器械采购中收受侯政委300万回扣的事。我要求就医，心脏需要帮你联系陈露医生吗？他针灸技术不错。这小子才有量子针法，失传200年的御医绝学。这不可能！准备血管支架植入，患者血氧饱和度已稳定在95%。那是缅甸鸽血红。陈桑，请问如何解决血管内膜增生问题？我们在导管表面植入了中药涂层，丹参酮2A 能抑制平滑肌细胞过度增殖。我交代，所有赃款都在静脉。陈医生，我闺女终于能牵着完整爸爸的手走进婚礼。知道为什么选你吗？因为医疗繁复，需要一把打不弯的手术刀。